我传输到全球冰封。女主，我的掠夺主角空间异能，并融了他的安全屋。老大，你怎么越种越大？老大，你不要吓我们啊！你的腿伤得好严重。老大，你怎么晕过去了？老大，你别洗，没有你，我们可怎么活啊？我这是穿越到书中了，还成了被主角打伤的无脑反派。不就是看了本全网爆火的全球冰封小说吗？不就是看书看得睡着了吗？怎么就突然穿越到了这个世界？我哭笑不得，但既来之则安之，我很快就接受了这个事实。我联想到原主的后续剧情，心中那叫一个气，这反派也太悲催无脑了，咋就不知道用自己的超能力办事儿呢？咋就不懂得灵活应用4个小弟呢？唉，真替你惋惜啊，反派不是你那么当的呀，兄弟。不过现在我来了，我将完美诠释什么叫真正的反派。接下来肯定不能去招惹叶晨，人家是主角，现在囤积了100亿物资，住的是顶级恒温安全屋，炸弹都轰不开，还有全楼的360度无死角监控。防御方面有重型弩箭、手枪、弹珠枪、喷火枪，最重要的是叶晨极度的小心谨慎，绝不离开安全屋。这种情况下去找茬，这不是送喜吗？就算是报复叶晨，那也得在解决完温饱问题以后了。到时可以先把叶晨家的天然气管道关闭，电闸箱断电，如果能爬在楼顶，必须往叶晨家的排风孔里滋泡尿冻住，再往他家玻璃上泼大粪，让他天天观赏大粪图案，还可以。总之，除了不和他正面刚以外，啥缺德干啥就对了。至于眼下嘛，那肯定是先解决温饱问题。都别慌，本少今天保证让你们吃饱穿暖。现在咱先去厨房烤火，都别冻感冒，一旦病了可就麻烦了。我掀开被子准备站起身，结果差点摔在地上，小弟们立马上前搀扶。老大，你小心点，你腿还肿着呢。是啊，老大，你的腿……听到小弟的提醒，感受到腿部的剧痛，我这才想起来，对啊，自己的腿现在受伤了，右腿的小腿位置一片淤青，肿胀的不得了，走路很不方便。在2名小弟的搀扶下，我来到了厨房，2个灶台的火打开，我和4名小弟开始烤火。虽然2团火焰不大，但散发出来的温度还是很暖心的。4名小弟一边发抖，一边烤着火。老大，咱们的食物都吃完了，衣服现在也冻住了，我们会不会被冻死呀？是啊，老大，我好冷，好饿啊，真的快要痛苦死了。老大，你刚才说吃饱穿暖，是不是真的？我胸有成竹，当然是真的。先烤暖身子，一会儿咱们每人带把家伙去和邻居们借点吃的。4名小弟面面相觑，带着家伙去借？老大，你管这叫借？啥借？老大，我们这好像不叫借吧？老大，这好像叫打劫。你再瞧不起咱老大吗？什么叫好像？把好像去掉。老大，我们这样会不会被抓起来？现在是寒冰末世的第1周，好多不可思议的事情还没发生，文明体系还在。等到了后面，抢劫算什么？达人放火都是家常便饭。所以想要活下去，那就要趁早对邻居下手，越狠越好。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在以后的残酷环境下可不是一句玩笑话，而是血淋淋的铁律。放心，跟着本少混，出了人命我扛着。难道你们想饿死东西？4人连忙摇头，不想，当然不想，现在都要饿死了，还考虑什么以后？我听老大的。对，先吃饱穿暖再说，我也听老大的。听老大的。我很满意。这4个小跟班虽然是纨绔子弟，但贵在听话好忽悠，在接下来的生存中有大用，必须得笼络好他们，确保时刻为自己卖命。有这4个小弟在，一定可以提前抢很多物资，干很多的事儿。哪怕以后气温持续下降，停电停煤气，也不用担心饿死东西。那时杀戮、罪恶、残暴、变态、抢夺伴侣，全都是小儿科，活下去才是王道。就在我思考着如何才能更好的活着时，我的手已经伸到了火焰中。让我意外的是，非但不烫，反而整条胳膊都变得暖和了起来，继而热量涌向上半身。我震惊了，卧槽！我的双手不怕烫，竟在疯狂地吸收热量。4个小弟发现灶台没了温度，又看到我的手被火焰包裹着，一个个的也吓坏了。老大，你的手！4名小弟赶忙往后拉我，却被我挣脱开了。我继续把手放在火焰里，这种疯狂吸热的感觉太爽了，也太神奇了。我觉醒异能了，我可以吸收热量，太好了！以后老子不怕冷了，爽啊！小弟们，你看我，我看你，震惊的说不出话来。我为了证明自己不冷，当即就和一个小弟握手，好让对方感受一下自己的温度。结果无握不知道，一握又有了新发现。我能明显感觉到，只要我愿意，身体里边的热量可以直接传递给对方。热，好热啊！
老大的双手好热啊，我的手一下子不僵了，不动了，好舒服。太好了，我不仅可以吸热，还可以放热。欣喜之余，我准备放手，小弟却紧抓不放，眼中满是乞求。老大，别松手啊，我求求你，再给我握一回吧。这话让另外3名小弟看不下去了。石强，你他妈有病啊！该不会冻出弯属性了吧？阿峰、磊哥、鹏哥，你们不知道，真的很舒服啊，很暖的。而我却并没有给石强更多热量，松开石强的手，分别给了其余3人一点热量，而仅仅只是这一点热量，就让4人一下子精神了不少。老大，你是不是变异了？为什么跟你握手之后，我们浑身暖乎乎的？这未免也太神奇了吧！是啊，老大，你的手好神奇，仅仅是握了一小会，我就感觉浑身充满了热量。 4名小弟一脸好奇地看着我。没错，本少觉醒了异能，能够吸收热量，然后将热量传递给别人，但这个能量一天也只能传递一丁点的热量。现在我已经把全部热量都给你们了，我身上已经没有热量了，我现在好冷，快把火开大，我要继续吸热，不然我要冻死了。说着话的功夫，我装模作样的打了个冷战。事实上，我现在浑身暖得不得了，而且刚刚给4名小弟的热量压根没多少。4名小弟表现得比我都要激动，第一时间将炉灶让给了我，在旁边拍马屁。我将手放在炉灶上，静心感受起了这个吸热异能的独特之处。源源不断的热能被双手吸收后，开始储存在丹田之处，只要炉灶一直燃烧着，就能一直吸收热量，储存在丹田之内。欣喜之余，我很快冷静下来，就算身体不冷了，可肚子还是会饿。窗外雪依旧在下，寒风依旧在呼啸，4层楼那么高的地方都被淹没了，想出去根本不可能。看来就算有了异能，也得先解决温饱问题。想到这，我看向4名小弟，兄弟们，准备行动，都给我把家伙事带上，咱们去找邻居借吃的。怎料刚要出门，门铃却响了起来。4名小弟互相看了一眼，立马开门。一张清秀绝美的脸颊，肌肤若雪，单马尾，天鹅颈，身材很是哇塞的大美女站在门口。只是当她看到5人一个个凶神恶煞，手里还拿着家伙，吓得俏脸都白了。你们干什么？我看着面前这位顶级美女，眼睛都有点直了。真特凉的漂亮，这妹子简直一绝。她是谁啊？怎么会主动送上门来？就在我想要命令小弟将这女的拉进房间捆起来时，李医生，你这么快就来了呀？李医生？难道她就是1号女主美女医师李若冰？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去？不是说让我赶紧过来给你朋友治一下腿吗？怎么你们……李若冰其实很害怕，她恨不得立马跑掉，但石强等人都拿着家伙，她又不敢跑，只得硬着头皮稳住情绪。哦，原来是李医生啊，不好意思，刚才吓到你了。我们几个兄弟有点口渴，窗户上的雪都融化了，想下楼找些雪块回来解渴，没想到刚好遇到你过来了。既然你来了，就先帮我治疗一下腿吧。说着，我便做出一个请进的手势，其余几人也立马将家伙放下，一副热情的样子，邀请李若冰进门。李若冰暗暗捏紧了医疗箱的带子，走入房门。我在沙发上坐下来，脱掉裤子，露出了自己那条被铁弹珠打伤的腿，腿部青紫一片，确实需要好好的治疗一下，不然短时间内是无法很好的走路，这是迫在眉睫的问题。李若冰查看了一下，从医疗箱中拿出1盒3气片递给我，这个1天3次，1次1颗，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帮助恢复。谢谢。我接过药，视若珍宝的收进了口袋。李若冰又拿出了消肿止痛的外敷药物，开始上药。她的手法非常娴熟，3下5除2就把药敷好了。而就在这时，她发现手触碰到腿上的皮肤时，会有一种很暖的感觉。起初以为那仅仅只是因为受了伤，腿部很热的缘故，但她很快就意识到事情不是这样的。原本冻得发僵的手指，竟然莫名其妙的变得温暖一些，而且这个暖会持续的留在她的手上。这个发现让她迟迟没有收手。一时间，向来不喜欢和病人过多接触，向来沉默寡言，如同冰山女神的她，此刻却抱着我的小腿摸来摸去。我发现通过腿部的皮肤也能把热量传递出去，这让我开心坏了。看来自己全身上下都能传递热量，那繁衍人类文明的地方也肯定可以传递热量。要是这样的话，自己以后接触到一个女人后，只通过这个地方给她传递热量，岂不是直抵心灵，让她根本离不开自己？嘿嘿，好主意啊！尤其是李若冰这种1号女主，堪称超级尤物的存在，以后只通过那一个位置给她传递热量，想想就爽歪歪啊！李若冰，你就好好摸吧，以后可不止如此，嘿嘿，你会离不开我的。想到这些，我看李若冰的眼神都变得有些奇怪了起来，而李若冰压根没发现，她此时已经感受到热量传递到了整个上半身，那种舒畅的感觉让她痴迷不已，根本不想停手。
他的腿好暖啊，太神奇了吧？这是我的错觉吗？为什么只要我的手不离开他的腿，就会变得这么温暖呢？真的好舒服啊，这种温暖的感觉太令人享受了。4名小弟并没有看出任何问题，他们认为李若冰不断按揉着老大腿部肿胀处，应该是在做消肿按摩。这时我轻轻咳嗽了一声，风轻云淡地说：“李医生，你怎么摸我腿还摸上瘾了呢？从小腿都快摸到大腿根了，你该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这话一出，李若冰顿时心跳加速，慌的一批。曾公子，你真会开玩笑，你看看你这腿肿的，就算我给你敷了药，一时半会儿药效也吸收不了。我是在帮你做药效的辅助吸收和康复按摩，这样恢复的会更快一些。放心，就快好了，你不要着急。你这1号女主还真是够鸡贼的，这理由编的，我都没办法阻止你继续摸我。不过你想摸就摸，反正你小手软软的，滑嫩嫩的，摸着老子也怪舒服。但是嘛，接下来给你的热量还需要再减，只能给你1丝1毫，既让你手上温暖，又让你完全暖和不了全身。嘿嘿，谁让咱是反派呢？不仅坏，关键时候还得抠门。只有天狗才会将好东西一股脑的恨不得全部送给女神，而我将是那个把你们心中女神鞭策的如猫一般乖的男人。接下来李若冰又装模作样的帮我按揉了一小会腿，这才依依不舍的站起身。曾公子，你的伤势看着严重，其实也还好，不用担心的。接下来我每天都会上门给你服药，应该很快就能好。我听了这话，心中乐坏了。果然，他是馋我的身子的，一点点热量就把他吊住了。哼哼，等治好了腿，我还可以腰疼、菊花疼，甚至是根儿疼，到时候在隐私的地方给你无法拒绝的热量。李医生啊，你会是什么反应呢？李医生，真是太谢谢你了，像你这么认真负责的医生，我还从来没见过。那以后的每一天就辛苦你给我敷药了。对了，今天的诊疗费是多少？我现在转给你。曾公子客气了，我对所有病人都这样，诊疗费你给我100元就行。当然，你们要是耐给我点食物，那再好不过，我现在很需要食物。我扫码加了李若冰好友，当场给李若冰转了1万元。李医生，这是预付的医药费，我也想给你点食物，但我们是真没有。总之，谢谢你帮我治腿，等我们有了食物，一定会给你分享的。我可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李若冰看着那1万块转账，本想拒绝这笔钱的，但一想到预付，他便点了收钱。这个曾公子人傻钱多，身体还热热的，正好多来几次。好，谢谢你，我先走了，明天见。然而刚出门他就变了模样，连着做了好几个深呼吸，又感受了一番浑身暖乎乎的舒畅感，而后才快步朝自己家而去。他的心中充满了好奇，真是奇怪，那个人的身体为何那么温暖？难不成我和他是上天注定的缘分？是因为我摸着他心跳加速，从而导致的我身体温暖？可也不对呀。在李若冰胡思乱想的时候，我已经整理好衣服，带着手下的4个小伙子走出了房门。我们所住的楼层是502层，这栋楼是一栋1梯2户的高层住宅，每户都有200平方米的大房子。能住在这个小区的人基本上都不是穷人，一些常住在这里的业主家里备有足够的米面粮油，冰箱里的冷冻空间也堆满了食物，因此即使已经经历了大雪封城1个星期，这栋楼并没有陷入恐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逐渐恶化，先是1周后停电，接着天然气也断了，再加上食物短缺，各种残暴和卑劣的行为相继发生。目前来看，情况还相对和谐，业主们互相鼓励，在群里交流。有人说，大雪只下1个星期，很快就会过去，组织肯定不会放弃我们，一定会尽快清理雪灾，我们很快就能重新开始正常的生活。因此一些业主们在群里发布各种正能量的公告和视频，给大家带来信心和鼓励。501住户的门被重重敲响，这对新婚夫妇是这栋楼的住户，他们通过猫眼看到5人凶恶的敲门，吓得他们都不知所措。年仅25岁的妻子蜷缩在卧室床上，身体颤抖不已，丈夫也有些胆怯的反复观察外面的情况。那几个人看起来凶神恶煞，一看就不是善意而来。开门，快开门，别装瞎，老子知道你们在里面，再不开门可要砸门了。其他几人也跟着大声嚷嚷，这对新婚小夫妻更加的害怕了，哪还敢开门？这可把石强几人给生气坏了，直接挥舞起手中的家伙，一下又一下猛烈的砸着防盗门。最终新婚小夫妻实在是扛不住这种压力，女主人命令丈夫前去交手。你们想干什么呀？这可是和平年代，你们要是敢闯入我家，我可是会找佛波勒的。石强几人直接当没听见处理，依旧咋咋呼呼的继续叫唤对方开门。我无语，给他们使了个眼色。4名小弟识趣的退到一边。这位先生，你好啊，请不要害怕，
我的朋友有时候行为比较冲动，我们只是想向你借点食物，我们肚子真的很饿。如果你不同意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找个地方谈，毕竟我们是邻居，从外面的阳台到你家也不难。阳台，如果他们真的从阳台把玻璃打破进来，结果一定会非常糟糕，想想就害怕。男业主纠结再三，战战兢兢地把防盗门打开了。门刚打开，石强四人就要横冲直撞地冲进去，但被我一把拦住。兄弟别害怕，我们是好人，没有恶意的，就是太饿了，想跟你借点吃的。你把你家里剩的大米、小米、油、白面这些基础的东西给我们拿几袋吧，还有蔬菜水果也拿一些，有面包、方便面、零食这些东西也都拿一点。你放心，本少是不会亏欠你这点东西的。说好了呀，这是跟你借的，是你自愿的，我可没有强迫你。男业主吓得脸色刷白，就差当场哭出来了。大哥们，我家也没有余粮啊，真的没什么吃的了，都封了1个星期，我们储备的本来就少，现在真的只够自己吃，实在没有剩余了。我无语，这家伙是真的有点不聪明。于是我上前在男业主耳边小声嘀咕：是吗？我觉得你在撒谎，兄弟，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也不想你老婆被带走吧？话罢，我重重地拍了拍男业主的肩膀，看向客厅挂着一副女人的照片，眼神色眯眯的。照片中的女人确实很漂亮，身材很性感，尤其是2条腿细得跟胳膊似的，真就是盈盈一握。而且在原剧情中，这个小媳妇是跟了自己这个反派混的，只为了2包泡面就把她丈夫给背叛了。只因她丈夫偷偷多次给叶晨报信，试图利用叶晨干掉自己这个反派，自己因为也没少被叶晨算计，奈何人家叶晨光是利用他，却不给他好处。这是被他妻子发现后，他妻子为了活着，果断选择站队反派，背叛了丈夫。她丈夫死后，她展现出了超乎想象的千娇百媚，除了让干啥就干啥之外，她还会主动卖弄身姿取悦自己这个反派。那真叫一个纵享丝滑。一想到她后续的种种剧情，我就忍不住的想入非非，脑海中不由自主的浮现出一句千古名言，想对这位男业主说：兄弟，你安心去吧，汝之妻子无养之，汝勿虑也。男业主在听到我说什么，你也不想你老婆被带走吧？这话让他后脊骨阵阵深寒，吓得脸色都白了。与此同时，石强4人还拎着家伙围过来，一个个笑眯眯地瞪着男业主，一副你要是不借给我们东西，就看洗你的架势。男业主秒怂：我借，对不起啊，几位大哥，刚才我撒谎了，我家有余粮，你们等一下，千万别进入我家卧室，求你们了，我老婆害怕。石强才不管这个，一把抓住男业主的衣领：害怕你？再不按照我老大的话去做，老子一脚把你卧室门踹开，跟你老婆打斗地主，你信不信？男业主吓得眼泪直冒：不，求求你们别冲动啊，我借，这就借。说完，男业主便跑去厨房，打开一个又一个的柜子的门，提出了1袋大米、1小袋白面，还有1桶油。看到这些食物，石强4人眼睛都亮了。我扫了眼堆在地上的食物，并不满足。兄弟，你这人不实在啊！我诚心诚意跟你借点吃的，你怎么不把肉拿给我？你还想不想要老婆了？大哥，我错了，我的失误，我忘了给你们拿冷冻的食品了，我这就去。说完，男业主赶忙又跑进厨房，打开冰箱的下层，拿出了5块猪肉、2条鱼，还有1大盒冻虾。大哥，我只能给你们借这些东西了，我家是真的快支撑不住了，求求你放过我们吧。我扫了眼紧闭的卧室门，又看了看照片上的女人，咂了咂嘴唇。行吧，看你也挺老实的，以后可不能对我撒谎。你老婆蛮漂亮的，本少很感兴趣，下次再骗我，我可就得去卧室里跟你老婆好好聊一聊了。出了门，4人赶忙将借来的东西放到了自家房间，而后向着6楼而去。之所以没去4楼，那是因为4楼、3楼、2楼住的基本都是老头老太太，现在懒得动他们，主要也是老头老太太们手里很少储备能够立即吃的食物，在米面粮油方面倒是比年轻人准备的多，所以要留着以后借。听到有人敲门，屋内的胖女人并没有意识到有什么危险，反而很生气。她是个脾气非常暴躁的女人，经常在电话里咒骂丈夫软弱无能，一骂就是2个小时，甚至会把丈夫一家骂个遍。她时常觉得自己陪孩子读书、给孩子做饭是付出最多的，而丈夫只会挣钱，一天24小时里有16个小时都在忙于工作，勉强维持母子俩的日常开销。这样的丈夫简直就是个废物，不配做男人。当初真是瞎了眼，才会嫁给这样的废物，跟着他又受穷又受累，连个别也都买不起，豪车也买不起，真是废物啊！胖女人一天天满腹怨气，即使全球都被冰封了，她对在公司加班被困的丈夫仍然愤怒不已。现在又有人无端的强烈敲门，女人的火气顿时上涌。是哪个没有素质的东西，敢这么用力的敲我家房门？你爹妈没教过你吗？不等女人继续骂下去，我抬手就给了她一个大壁咚，打得女人脸颊火辣辣的疼，她满脸的不可思议。男人竟然也配打我？你敢打我，
我要告你猥亵妇女，我告你强奸！我甩手又给了他2个大壁咚。石强4人实在看不下去，亮出了手中的家伙。女人瞬间吓得呆住了，嘴里还想骂的脏话，一句都说不出来。你们想干什么？不想干什么，原本就是来借点东西的，但是现在我改变主意了。你刚才骂了我，对我伤害很大，所以必须对我进行赔偿，把你们家能吃的东西，还有给你儿子经常补的营养品都拿来赔给我。女人一听我这话，火气再一次在心中升腾，想要破口大骂，但看着4个拿着家伙的小弟，她不敢。她很清楚，这些人不像她丈夫那么好欺负，跟人家硬气容易被打。你们这是强盗行为，借东西哪有你们这么借的？你们这分明就是抢！我告诉你，我家里可是有监控的，你们现在已经被监控拍下来，敢乱来，我直接报佛波勒抓你们！所以最好赶紧走，不然别怪我不客气。我拿起盘子就砸在了女人头上。兄弟们，给我揍他，往死里揍！兄弟们，给我打，往死里打！我操，妈的哈皮女人，敢跟我老大逼逼，看老子不动洗你！跟我老大横洗肥猪，吃老子一脚洗肥婆！你得罪我老大，老子弄死你！这时，胖女人念高2的儿子才从卧室里出来，他耳朵上还戴着耳机，手上端着的手机正在进行游戏画面，脸上满满的都是茫然。小逼崽子，你看什么看？给老子滚过来！结果让所有人出乎意料，男孩吓得一句话没说，拿稳手机，以最快的速度慌忙躲进卧室，并把门反锁。这可把我给整笑了，这胖女人真是培养出一个大孝子啊！接下来，石强几人就要在房间里搜索吃的，但我再一次阻拦，咱们这世界必须得业主本人给咱们拿了才行，怎么可以自己拿呢？说话的功夫，我坏笑着走到柜子前，将那个家庭版摄像头拿起来，用手一掰，直接给摄像头掰了下来。来啊，你有种再对我家老大狂一个！狂了，怎么不狂了？我错了，几位大哥，求求你们放过我吧！我一个人含辛茹苦的把孩子养活这么大，现在又是我一个人陪着孩子读书，我真的太不容易了，求求你们别打我了，不就是想要点吃的吗？我给你们找。你不容易，你看看你都胖成啥秀样了，还好意思说自己不容易？赶紧的，立马给老子找吃的去！女人哭哭啼啼的从地上爬起来，一脸哀怨的走进厨房，开始将儿子的饼干、面包拿了出来。将这些东西堆在地上后，女人再次大吐苦水，说她家已经没吃的了，如何。于是她又被打了一顿，乖乖的跑进厨房，从冷鲜柜里拿出了能储藏很长时间的土豆、胡萝卜、洋葱、白萝卜、鸡蛋、西红柿等蔬菜。求求你们放过我吧，我家真的没食物了，只能借给你们这些。我对此并不满意，于是女人又被扇了几个大逼兜，之后又走进厨房，打开冷冻冰箱的储藏门，将自己存了整整一冰箱的高档牛排含泪拿出20多块，又拿了10多条能直接清蒸的鲈鱼，还有2只3黄鸡。我看到这些东西很是满意。很好啊，这位大姐，你今天对我的赔偿我非常满意，希望你下次跟我说话的时候注意你的态度。石强4人把东西全部拎上，临走前又踹了女人一脚，前脚将房门关上，后脚女人就在业主群里大吐苦水。邻居们，我被一个恶霸带着4个小弟给打了，他们还抢了我的物资，把我的儿子吓出了心理阴影，这种人太可恨了。邻居们，我们一起报佛波勒吧，佛波勒一定会派直升机飞过来，把这几个流氓抓走的。女人的话很快得到了那对5楼小夫妻的响应，讲述几人是如何的可恶，鼓励大家一起报警，一定要将我们单元楼里的害群之马清除。被敲门的602住户吓得瑟瑟发抖，他前脚看了群消息，后脚就被砸门了。我只是一个善良的小仙女啊，为什么要针对我？果然，男人这种动物真是讨厌。之前他就极度讨厌男人，觉得男人都该死，就连他的父亲都被他经常用生物爹来代称，只有小仙女才配千秋万代，才配荣华富贵，才配得上一切的美好。而后他吓得跑回卧室，一边抹眼泪，一边编辑图片和文字，发了条朋友圈。姐妹们，谁懂啊？外面砸门的连一个女人都没有，全是恶心的男人。果然，这世界90%的危险都是男人造成的。发完朋友圈还不解恨，他又去姐妹大本营某小红和某博发了动态，最后才在业主群发信息求助。家人们，他们来敲我家门了，怎么办啊？都快把我家门砸烂了，太暴力了，我好害怕！救命！我现在已经哭了。6号楼的男人们，该你们站出来保护我们女人了，快救救我呀！女孩的求助有很多人回复：你是个女权师吧？说话权里权气的，你有病吧？人家女孩都吓哭了，你还是人吗？还在这幸灾乐祸？602的姑娘，你千万不要开门啊！咱们这栋楼的防盗门很结实的，他们肯定砸不开。业主群里边的消息一条接着一条，有给女孩出主意骂我的，也有说风凉话的。而就在业主群里吵得非常热闹之时，石强将我拉到了群聊里面。美女，就是你不给我开门，还在群里诋毁我的名声，对吧？行，我记住你了。一时激起千层浪，我这话前脚说完，后脚就被业主群里边的人一顿狂喷，各种语音和文字疯狂攻击。我看到群里这么多人骂自己，忍不住笑了起来。咱们楼里谁会开锁啊？有开锁师傅吗？有的话请加我好友，开一次锁我给你5万块。这条消息发出后，群里顿时炸锅。这个臭流氓疯了吧？敲不开门进来，想要找开锁师傅帮他开门抢劫，这还是人吗？
管家，小李管家呢？快把他踢了！王八蛋太嚣张了！你就算找了开锁师傅，你来我家试试，看老子不砍死你！而此时，住在102室的一位已经饿了3天的维修工人，看着我发到群里的消息，久久无法平静。他不想干出这种与恶棍狼狈为奸的事情，但是一次开锁5万块的天价，这是他做梦都不敢想的价。他开了半辈子的锁，每次也就150块钱。就这，一些业主还觉得他开锁太快，总是会在开完锁后跟他砍价，有时候一砍就是100，只给他50。要是1次2次也就算了，次数多了之后，这名维修工人对好多业主都抱有着一种天然的怨气。现在5万的开锁天价，他真的很心动，但善良的本质又让他犹豫了起来，以至于迟迟没有勇气点击添加好友。于是，这位维修工准备给自己算一卦，加不加？加。另一边，住在18楼1801的叶晨，此时他也刷到了业主群里的消息。呵呵，这就开始狗咬狗了吗？然而这不过是个开始，现在你们只是被抢点东西，再过一段时间他可是要把你们嘎了烤着吃肉的。不过，呵呵，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而就在这时，手机却响了起来，来电显示沈白薇。看到这个电话，叶晨邪魅一笑：沈白薇，你这个绿茶婊，上一世老子就是太喜欢你，太相信你了，才一直给你当舔狗，才会被你欺骗，被你利用，最后还被你害死。但这一次你做梦去吧，老子定要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叶晨，群里的消息你都看到了吗？曾阿牛那个混蛋太可怕了，他竟公然开始打劫邻居，我担心他伤害我。你不是存了好多东西吗？你拿一些扔给他，就当是肉包子打狗，让他赶紧走，我真的有点怕啊。你个绿茶婊，都什么时候了，还把老子当舔狗呢？我叶晨是绝对不会当舔狗的，哪怕你再漂亮再性感，夹子音再撩人也没用。是吗？那可真是不幸啊，希望他不要敲你家门，祝你好运哦。绿茶女，很快你就会主动求我的。曾阿牛，现在你就蹦跶吧，最好别落在我的手上，下一次可就不是弹珠枪了，老子一定让你尝尝破伤风之剑的威力，我会慢慢的将你玩洗。上一世就是你带人冲进了我家里，一刀将我砍死的，还有绿茶女姐妹俩，你们全都是敢害我的恶人，我会一个一个将你们玩洗，咱们走着瞧。沈白薇听着电话挂断的声音，气得牙根都痒痒。叶晨，你个洗天狗，你给我等着，你分明就是在吃醋，就是想让我低头主动做你女朋友，然后才肯帮我。哼，你做梦。姐姐，曾阿牛那个恶棍还在敲门，声音好大，感觉门都被他们砸破了，我好怕呀。姐姐，你快想想办法，我们该怎么办？沈白薇打开手机，通过电子猫眼看着正在外面敲门的石强等人。小雪别怕，只要我们不出去，他拿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个可恶的曾阿牛真的是太过分了，欺负邻居算什么本事？想找吃的你找叶晨去啊。沈白雪听着这话，顿时眼前一亮。姐姐，要不你加上曾阿牛的好友，告诉他叶晨囤了好多物资呢，让他不要来打扰我们了，想要吃的喝的就让他找叶晨去。沈白薇听了先是眼前一亮，继而连连摇头。不行不行，绝对不能让他去找叶晨。沈白雪极其的不理解。为什么呀姐姐？叶晨有那么多好吃的好喝的，还有好多储备的肉和零食，可他却一点都不给咱们，凭什么要替他保密呀？小雪，这不叫为他保密，那些东西是属于咱们的，只要我低头答应做他女朋友，他一定会把所有的东西都送给我，所以坚决不能告诉曾阿牛。哦，对对对，原来是这样，那确实不能告诉曾阿牛。唉，希望他们敲累了就赶紧离开吧，我真的好怕。老大，现在这些人都不给咱们开门了，群里吵得沸沸扬扬，都知道咱们来者不善，接下来怎么办啊？老大，现在这些人都不给咱们开门了，接下来怎么办啊？先吃好喝好，过2天再说。没错，等咱吃饱了，继续找邻居们借物资，整栋楼的邻居必须雨露均沾。看着眼前这一大堆凭本事借来的物资，我的心情好得不得了。好人不长命，祸害1000年，咱反派没有道德，就不会被道德绑架。接下来，我思考着如何获取更多食物，让自己在这个冰封末世中过得更好。得尽快借光食物，他们少吃一顿，我就能多得些物资。也需要快速武装手下，提高战斗力和破坏力，这样可以确保每天都有足够的食物，并更好的防备叶晨。接下来只需等待，直到雪层变得坚固无比，到时候就可以出去获取枪支和弹药，称霸整个小区将轻而易举。心中有了方向后，我又想到，要不了多久，整个小区就会断电断燃气，到时候再说吧。第2天日上3竿，看到我出来，4个人眼睛都红了，齐齐围上来，一脸的渴望。老大，我好冷啊，给我点热量吧。老大，你看我身上有啥你感兴趣的地方？你随便，求你赶紧给我点热量。看着4个小弟渴望的样子，我心满意足。人性经不起考验，无法凭感恩和感动来控制他人，只有抓住他们的需求，让他们感到难受、痛苦，甚至威胁生命，才能真正掌握他们。这才是反派应该采取的用人之道，是吗？你们这么冷吗？其实我也很冷，快点，
别发呆了，去开火。我的身体也没有热量了，先让我吸收些热量，然后我才能暖和你们。此话一出，石强一马当先的冲进厨房，将2个灶台的火焰全部都打着。老大，快来吸收热量！差不多吸收了10多分钟后，我转身伸出自己的双手，看着4名小弟，还愣着干什么？一起来啊！老大，请允许我喊你一声义父。4人对着我一阵感激涕零，各种拍马屁。被小弟们拍马屁真舒服啊！要是有个女人可以给我拍马屁，那一定更舒服。接下来得解决女人的需求问题，自己满身火热，要是上火了怎么办？必须找个女人来调和一下。而且我很好奇局部热量供给对女人的诱惑力有多大，一旦她尝到甜头，每天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真让人好奇。老大，吃饱喝足，浑身都充满了干劲，咱继续去找邻居借东西吧。嘿嘿，强子，你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但我跟你不一样，所以我得再想想。老大，你的意思是你突然想做好人了吗？连玉峰一听有点急了。老大，咱们都是不求上进的败家子，你可不能想不开，做什么好人啊？谁说我要做好人了？我只是觉得你们还不够坏。我昨晚反思了一下，咱们靠借的方式来收集物资实在太慢。4名小弟，你看我，我看你，继而贱兮兮的都笑了起来。是啊，老大，借的方式太慢，那怎样才够快呢？当然是让邻居们都主动把物资准备好放到门口，我们直接去拿，这才是最快的。4名小弟傻眼了，主动送上，让我们拿，这怎么可能？我也不打算瞒着他们，正准备饶有兴致的向小弟们讲述一下自己的这个办法时，突然断电了。这个突然的变化，我也是大感意外。按照小说里的剧情，停电是在1个星期后，现在竟然直接断电，比预定剧情提前了1个星期。这难道是因为自己这个反派的一系列骚操作没有跟着剧情走，打乱了这个世界的规则？突然，所有人的手机震动个不停，几人面面相觑，立马掏出手机查看。莫名的停电让业主们恐慌不已。此时，一向很少在群里发言的小区管家发了一条语音：紧急通知，几位物资匮乏的邻居需要帮助，他们现在饥寒交迫，马上就要饿死。作为一栋楼的家人，希望大家能团结一心，共度难关。请手上有多余物资的邻居联系我，捐赠给他们所需物品。谢谢大家的配合。1802的业主，之前我看你家一直在囤物资，一车一车的有人给你往家里送，你家的存货应该有挺多的吧？我希望你能做个表率作用，将多出来的物资给那些需要的住户，谢谢配合。我在看到管家木子小姐的一系列操作后，突然想到，在原剧情中，这位木子小姐满嘴谎话连篇，不择手段骗光了所有人的物资。我突然有了一个更好的主意，让邻居们把物资送给自己，趁着钱还有作用，此时不花，更待何时？于是我给4名小弟安排了任务，让他们去联系之前被抢的2名业主，随后给木子小姐拨去了电话。你木子小姐骚，老子比你更骚。另一边，叶晨在看到管家木子小姐发的这2条信息后，气得直骂娘。我呸！你个恶毒贱女人，还艾特老子，让老子出来做表率，不就是惦记着老子的物资吗？靠！你做梦！老子上一世上过一次当了，这次绝不会再被你骗。回忆起木子小姐的一系列自私行为，叶晨对这个女管家没有一点好感，只有憎恶。于是叶晨立马在群里回怼：你什么意思？别光艾特我啊，你有种艾特一下曾阿牛，你看人家搭不搭理你？如果他能站出来贡献物资，那我没话说，我也会支持。发完这条消息，叶晨嘴角勾起了一抹邪笑：你个欺软怕硬的贱货，这下老子看你怎么办？你就等着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吧。6号楼1001房间内，管家穆雨晴2个手机，一个观察群里的动静，一个在跟我通话。此时他的心情好得不得了。原本他还对叶晨突然抛出来的这个刁难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接，但现在曾阿牛这个恶霸也真是蠢得可以，竟然因为昨天抢邻居物资的事情感到了后悔和害怕，还为了表示歉意，拿出100万资金进行援助。只要是愿意捐献物资的邻居都可以领取奖励。穆雨晴真想直接称呼我为大傻叉，他是真心乐。殊不知，穆雨晴高兴的同时，我也很是高兴，因为我已经算计了他的所有算计。爽，真的是爽啊！接下来我只需要全力以赴的帮助穆雨晴，让她变成一头肥猪，把她养得肥肥的。再一刀嘎了之后，我配合着穆雨晴演了一出戏，将一堆物资拿到她家门口，拍了个视频发到群里。现在请穆管家带人把这些物资拿走吧，去分发给那些有需要的邻居们。群里住户们在看到这个消息后，全都傻眼了。这家伙昨天不是还带着小弟四处抢夺物资吗？怎么今天又当起了好人？就在这时，501那对小夫妻开始在群里发言了。
昨天他并没有抢我们家的物资，只不过是发生了一些口角，我老公气不过才在群里诋毁他的。在小夫妻俩表态完毕之后，601的胖女人也发话了。曾先生，我知道错了，昨天在群里那么诋毁你，真的是我的不对。601胖女人的话前脚说完，602的全是小仙女也说话了。曾哥哥，对不起哦，人家毕竟是女孩子嘛，人家看你们人都被吓到了，希望你能谅解人家。在一个又一个的邻居站出来表态之后，我的形象瞬间逆转，一下子就正义凛然了起来。另一边，叶晨看到群里的消息，气得咬牙切齿，手机都要捏爆了。他可是有整栋楼的监控的，是真是假一清二楚。想对我叶晨道德绑架，让我捐献物资，做梦去吧。于是他要揭穿事情真相，开始将我昨天抢劫物资的监控视频导入到手机里。曾阿牛、穆雨晴，你们这对狗男女见鬼去吧！叶晨毫不犹豫地点击了发送键，只是在点完发后，9个视频后面齐齐冒出红色感叹号，发送失败。与此同时，我看着业主群中大家发来的捐献清单，不管捐了啥都往原价的20倍发红包，红包发到手软，索性直接将自己的支付密码告诉石强，并把手机丢给石强。强子，你来给邻居们回复吧，我去烤火了。好嘞，老大，您去烤着，这种小事交给我就好。而此时，穆雨晴看着大半个客厅都被堆放得满满的，惊呆了。哈哈哈，这大傻叉也就看起来很凶而已，实则不过是个脑子不怎么灵光的大傻子而已。就应了那句老话，被我卖了，还在帮我数钱呢。呵呵，到时候只要我将门一关，所有这些物资都是我的。502房间内，我一边玩火，一边在心中暗暗琢磨，光是将穆雨晴养肥，好像还不够啊。一栋楼的物资而已，我并不满足，于是我决定如法炮制，把其他楼的管家一一养肥。光是养肥他一个，恐怕不够啊。于是我决定联系上整个小区的管家，如法炮制全都养肥。老大，李医生来了，他在敲门，让他进来吗？当然要让他进来啊，快去开门。好的，老大，我这就去开门。不愧是1号女主，怎么看怎么漂亮，气质身段颜值真是没话说。李若冰一本正经地走到我面前，摸着我的额头，看起来好像真的只是为了看病似的。曾公子，你昨天有没有发烧？身体有没有不舒服的感觉？没有，今天你再给我好好的按摩治疗一下，这样我一定会好得更快。李若冰一边用手摸我的腿，一边点头。为了能够多摸一会儿我的腿，她现在已经不在乎那么多了。真的好舒服啊！李若冰被暖得都快要痴迷了。虽然她搞不懂为什么我的身体这么神奇，但此刻也不管那么多了，她只想贪婪地索取更多热量。她越摸越起劲，越摸越陶醉。就在这时，我却直接从沙发上站起了身子。李医生啊，我从来没见过医生给病人做腿部按摩会按这么长时间的，而且我只是小腿受了点伤，有点肿胀，但你怎么老往我大腿上摸啊？她曾是无数人眼中的高冷校花，高冷女神，是无法接近的存在。可现在她却被我质疑在耍流氓，一时间心态都有点崩。自己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了？竟然……嗨，那个曾公子，你别误会啊，我其实我就是顺着你的经络在按摩，这样会让你肿处恢复得更快些。哦，真的是这样吗？可是你总是露出一副陶醉的样子，是怎么回事？你该不会对我有非分之想吧？这话让李若冰的一张俏脸更红了。啊，我没有，曾公子，你千万别误会，今天的治疗很快就要结束了。那个，你再忍忍，我也是为了让你的腿恢复得更快些。我看李若冰慌成这样，心中乐得哈哈大笑。1号女主吗？果然很有趣。等征服之后，她哭起来的声音应该很好听吧？哦，原来是这样啊。那李医生你继续吧，我相信用不了多久，这位冰山女神就会被我征服。到那个时候，自己每天早晨醒来，或许还可以让李若冰提供其他的多重服务，想想就爽歪歪啊。所以咱现在要矜持。李若冰知道再摸下去就真成女流氓了，于是她也只得作罢。曾公子，药已经给你敷贴好了，伤口周围的局部按摩也完毕，希望你早日恢复，我就先走了。李医生，等一下，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东西？忘了什么东西？没有吧？强子，给李医生拿一桶泡面，就当是今天的诊疗费了。好的，老大。李医生，这是你今天给我家老大治病的报酬，快拿上吧。在回家的过程中，李若冰满脑子都是自己摸腿的画面。为什么他的身体那么神奇？为什么自己一摸就会变得温暖？同时他也担心另外一个问题，我的腿过2天好了不让摸了咋办？怎么办？以后要怎样才能长久地待在他身边呢？不如追求他试试，跟他谈个甜甜的恋爱，做他的女朋友，这样不就能够名正言顺地摸他了吗？与此同时，我正在厨房里琢磨，接下来要去哪里整个大火堆来疯狂吸热呢？灶台这点小火苗实在是有点小，还远远不够吸。老大，门外有人找你，他说他之前当过开锁师傅。我听到这话，眼睛都亮了，竟然真的有开锁师傅，
这可好玩了，瞌睡就有人送枕头。刘满山进来后，我并没有让他现在就去开谁家的锁，而是问他会不会做室内使用的火炉。刘满山一听这事儿，他很有信心。曾先生，这事儿我还真行，我家里边就有几张铁皮，我会用铁皮卷烟筒，也会做拐角，这样就可以将炉子里的烟送到外面。至于炉子嘛，说到底就是一个铁疙瘩，里边是空的，能在里面烧火就行。还真能做出炉子啊！这大叔貌似有大用，既然能做炉子，那其他的东西只要能明白原理也一样可以做，有点意思啊。刘大叔，眼下这只是我的一个想法，以后有机会了你再给我做炉子就行。这东西还是很有用的，不仅能取暖，万一煤气停了还能做饭用，实用价值很强。现在迫在眉睫的一件事情是，整个小区都停电了，那咱们小区地库门那些电子门锁肯定也都失效了。你有没有办法可以将整个地库通往其他楼栋的门锁上，让他们没办法打开，但咱们却可以随时打开呢？刘满山有点搞不明白我这么做的目的，但他需要的是钱，有钱就行，也并不关心这个。那个曾先生，这活我倒是能干，只是这么做的话会不会不太好啊？地库是整个小区现在唯一能连通的地方，一旦锁上，其他栋的人就无法通过地库联系了。还有，我们这么做会不会违法？我笑了笑，看向一旁的石强，强子，给刘大叔拿一盒烟抽抽。刘大叔，这算什么违法？你想太多了，我家老大可是诚心诚意跟你合作，并且还给你100万，这些钱是你以前一辈子都挣不来的，你可不要让我们失望啊！来，抽支烟，你已经有几天没抽烟了吧？刘满山看到烟很是激动，他已经有1个星期没抽烟了，每次烟瘾上来，那难受的感觉只有老烟民能体会。刘大叔你放心，你只管按我说的话去做，一会儿强子会陪你一起去的，出了事儿跟你没关系。再说，等大雪消融了，那些锁体里的冰不也自动消了吗？谁又能知道是你灌水把锁体冻住了呢？你只管放心的干这活儿，这100万只是给你的第一笔钱，以后你表现得好，对我忠心耿耿，为我做事，我还会给你更多钱，甚至还可以帮你找个姘头丰富生活。你这么大岁数了，也没个老婆，一定很寂寞吧？刘满山听着这话，老脸都红了。他确实大半辈子也没娶上个老婆，每次看到小区里那些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小少妇，眼睛都会不自觉地追着对方走，那真叫一个心痒痒。现在碰到我这样的富家大少，出手阔绰，而且还要给他弄个女人，他动摇了。曾公子，我决定了，我愿意跟着你干，你说干啥咱就干啥。这就对了嘛，刘大叔，反正咱都一把年纪了，一辈子也没疯狂过，现在你立马跟强子去地库，把其他楼栋的地库门给我全部锁死。刘大叔，走吧，咱立刻出发，把这事干完了，你今天就能挣100万了。刘满山眼睛都红了，100万那可是一笔巨款了。好，干活去。看着二人离去的背影，我嘴角满是坏笑。掌握了地库的主动权，对于以后的发展那是极其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地库里停着大量的车子，这些车子的油箱里都有油。另一边，住在702的沈白薇和沈白雪姐妹俩，此时却蜷缩在被窝里，冷得直哆嗦。姐姐，我好冷，好饿呀，气温又降了，而且今天还停电，真的快要冻死了呀。叶晨不是你的舔狗吗？你快给他打电话，让他给咱们送点吃的吧，我真的要坚持不住了。白雪，你说的对，现在也只能给叶晨那个天狗打电话了。那个吸舔狗囤了那么多的物资，竟然都不懂得主动给我送一点过来，真是个木头。这种事情非得人家女孩子说明了吗？一点都不懂得表现。沈白薇吐槽几句，给叶晨发了条语音。叶晨，你这个臭弟弟怎么都不主动联系我啊？哼，你真是讨厌死了啦！昨天曾阿牛敲门威胁我的事情是我不对好吗？我不该让你主动跑来给他送吃的，算我错了，还不行吗？是我没有顾虑到你的安全，所以你生我气了，对不对？你这个臭弟弟，人家是女孩子吗？你怎么还跟人家计较上了？正在打游戏的叶晨忽然收到沈白薇的语音消息，他也没在意，随意的点开听了一下，听完当场乐得哈哈大笑。沈白薇，你这个绿茶白莲花，终于坚持不住了吗？终于向我摇着尾巴哀求了吗？呵呵，这对于他来说是难得让他开心的事。今天曾阿牛那个混蛋竟然没主动上门让自己打脸，这让他很是郁闷。要是这样也就算了，那混蛋竟然还在业主群里边混得风生水起，将那么多的物资都集中到了穆雨晴那个心机婊的家里面，这让叶晨极度的不爽。更让他不爽的是，他清楚的看到那个让自己极度仰望的冰山女神李若冰竟再一次主动去曾阿牛家了，这让叶晨想想就觉得郁闷，想想就气得牙根痒痒。他肯定被曾阿牛那个混蛋给霍霍了，可那种级别的女神应该是我叶晨的才对啊，怎么会被他这种垃圾战友？不是主动要求被自己打脸吗？哦，原来是这样啊，你还知道自己错了，这可真是不容易，主动找我，你该不会又被他给威胁了吧？沈白薇看到叶晨发来的消息，气得鼻子都要歪了。洗舔狗，老娘给你发消息是看得起你，竟然还跟我傲娇上了。就在这时，叶晨手里拿着的烤羊腿录着视频。呸，有点咸了，
这根烤羊腿真难吃，一会都扔掉吧。而后他又将超级大的帝王蟹抓起来。不错，这个还凑合吧，没有小河蟹好吃。沈白薇和沈白雪姐妹俩看到这视频，眼神都呆滞了。姐姐，我好饿呀，我好想吃烤羊腿，好想吃帝王蟹，哪怕是喝口汤也行。姐姐，我想去叶晨家住，我们去叶晨家住吧。沈白薇也连着咽了2口口水。对，我们要去叶晨家里住，那里本该是属于我们的。叶晨那个洗舔狗，他分明就是喜欢我，却想要我主动跟他表白，可恶，真是便宜他了。哼，姐姐，都这时候了，咱们快要饿死冻死了，真的好难受啊。你赶快答应做叶晨女朋友吧，要是你担心他不同意，你就说曾阿牛又在敲咱们家门了，说那个混蛋还威胁你要逼着你做他女朋友呢，但是你心里只有叶晨，你只喜欢他，你这么说叶晨不就会很感动吗？沈白薇听了妹妹这话，眸子不禁亮了起来。对啊，叶晨一定很恨曾阿牛，我要说曾阿牛跟我表白，想要追求我，他一定很着急，很吃醋，说不准都不用我主动表白，他就会让我住进他家里了。对，姐姐，你快给叶晨打电话吧。沈白薇没犹豫，当场就给叶晨拨去了电话。此时叶晨看着沈白薇的来电，嘴角扬起一抹邪魅的笑。女人，我就知道你经不起诱惑，想要主动做我女朋友吗？呵呵，你做梦去吧，老子就是要玩弄你，就是要折磨你。哎呀，叶晨哥哥，刚才看到你在吃东西，人家都流口水了呢，你真的是坏死了，都这时候了还故意缠人家。这要是换做以前，心目中的女神突然给自己来这么一下子，他直接就沦陷了。但现在嘛，叶晨的眼中只有邪魅。哦，其实这些食物吃起来真的一点都不香，我还是喜欢吃自己做的东西。可惜我不会做饭啊，每天只能吃这些山珍海味，吃的我都快吐了。对了，你打电话有事吗？没事我就先挂了，真的太热了，我准备去洗个凉水澡。沈白薇听了叶晨这装屁兮兮的话，嫉妒的牙齿都快要咬碎了。哎呀，叶晨哥哥，人家是有事情要跟你讲的。曾阿牛，你知道吧？他刚才又跟人家表白了，他说叶晨哥哥你根本配不上我，说什么叶晨哥哥你长得丑，就是个穷光蛋，是个垃圾。他还说他有好多吃的要跟我共享，只要我背叛你，做他女朋友什么都可以给我。但是叶晨哥哥，为了你，我拒绝了他。在白薇心里，叶晨哥哥你才是最好的。叶晨在听到这番话后，不禁皱起了眉头。那个混蛋竟然跟着绿茶白莲花表白了，还要追求她，这是怎么回事？虽然叶晨现在很想报复沈白薇，很想折磨对方，但这个女人终究是他追求了10多年的女神，真要是被别人给霍霍了，他还是有一种被戴绿帽子的感觉的。查看完监控后，叶晨忍不住笑了，嘴角再次扬起了自信的邪魅。原来你个绿茶婊在撒谎，在骗我啊！竟然想用那个恶棍激怒我，呵呵。沈白薇，你说了这么多，到底是想表达什么？就不能说明白点吗？我有点听不懂你什么意思。哎呀，叶晨哥哥，你还要人家说的多明白啊？人家的意思就是，人家其实也喜欢叶晨哥哥你了，人家决定答应做你女朋友，搬来跟你一起住，好不好？听到沈白薇那嗲声嗲气的表白话语，叶晨嘴角扬得更高了。抱歉啊，沈白薇小姐，你是不是误会了？我什么时候说我喜欢你了？而且你真的好丑，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提不起来。说完，叶晨潇洒地挂断了电话，而后乐得哈哈大笑。爽，真特麻爽啊！这个绿茶白莲花对自己表白，被自己直接拒绝，以前都是自己一次又一次跟个舔狗一样去追求讨好这个女人，被对方一次次拒绝，如今却反过来了，哈哈哈！这样的报复实在是太舒服了。沈白薇此时整个人都石化了，愣在当场。一旁的沈白雪也满脸不可思议，她无法想象叶晨竟然会拒绝姐姐的表白。白雪，叶晨这个死舔狗竟然敢拒绝我的表白，我咽不下这口气，我要找曾阿牛帮忙，我要让曾阿牛那个恶棍去狠狠地惩罚他。凭什么叶晨能过得那么舒服，能过得那么好？我们姐妹俩长得这么肤白貌美，性感迷人，还善解人意，却要承受这种折磨，我心里不平衡，我好恨，我真的好恨啊！沈白雪也紧紧地捏着拳头，眼中满是恨意。姐姐，我支持你的做法，我们姐妹享受不到的，她叶晨也别想一直享受，不让咱们好，她也不能好。沈白薇看妹妹和自己意见一致，而后给我发了一条语音。阿牛哥哥，人家想告诉你一个小秘密，一个所有人都不知道的小秘密，这么重要的事情，人家只告诉你哦。拿着手机负责聊天的石强一脸的懵。老大，住在702的沈白薇好像在对你发春，这女人特码的夹子音加个没完。老大，你好好听听。接过手机，听了沈白薇的语音后，浑身一阵酥麻。这女人真特码会诱惑男人啊！但是我知道这女人把人设打造得很风光，跟个女神似的，实则私生活真的很烂。
这样的女人，就算白给我玩，我都不想搭理。不过沈白薇口中说的秘密，倒是让我有些好奇。哦，沈小姐，你要告诉我什么秘密啊？说来听听。于是沈白薇把叶晨发的炫耀物资的视频都发给了我，并对我大吐苦水。叶晨现在的生活状况我是清楚的，但让我没想到的是，沈白薇竟然这么快就把叶晨给出卖了。到时候只要牛哥哥收留我，让我和妹妹一起住进你的房子就可以。你放心，我和妹妹很能干的，我们俩都会做饭，还会打扫屋子。到时候我和妹妹都可以照顾牛哥哥哦，你不亏的。听了沈白薇这嗲声嗲气的语音后，我是真想直接把这个女人拉黑。太贱了，老子认识你吗？老子跟你见过面吗？就特马想跟老子住一起，还想跟你妹妹一起照顾我，你倒是很会吊男人胃口啊。转念一想，我突然有个好主意。沈白薇可是叶晨苦苦跪舔了好几年的女神，最终连个手都没摸到，简直卑微到了极点。如果自己各种欺辱沈白薇，让她在受辱中说出叶晨的坏话，最好直接骂叶晨是个软男不举，而后将这些画面拍摄下来发给叶晨。好啊，我可以答应你的要求，不过能否带着你住进叶晨家里，还得看你的表现了。一会儿你打扮的漂亮点，带上你妹妹来找我，老子要现场验货。只有老子玩的舒服了，玩爽了，确确实实值得带你们住进去，这才行，不然没戏。经常穿书的都知道，主角都喜欢做戏，通常都洗不了，而我穿书到了全球冰封反派身上。姐姐，这个人太无耻了，这分明就是想要玩弄我们啊！白雪，你别说话，我再试探试探他。曾哥哥，你还真会开玩笑呢，人家还没谈过恋爱呢。沈白薇，你装你妈个屁的清纯呢！你大学里边陪的那些老男人，连给老子提鞋都不配。告诉你，要么带着你妹妹立马滚过来，让老子拍点视频，恶心一下叶晨；要么立马滚蛋。沈白薇没想到自己的伪装被人看破，无力反驳，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了我的要求。放心，我也并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变态，只是喜欢玩点新鲜刺激的而已。最晚明天过10步后。此时刘满山已经把火炉都做好了。刘大叔，既然你都能做炉子，那你可不可以做一辆雪地车？哦，老大，这主意好啊！等雪停了，我们就能出去了，那太爽了。刘满山一脸自信地表示没问题。有刘满山在，还有地下车库作为资源库，是不是还可以手工做几件杀伤性强大的兵刃呢？老大，业主群里出事了，穆雨晴那女人直接退群了，现在你成了6号楼业主群新的群主。这女人这么快就跑路了，我大无语。虽然早就知道这户会跑，但没想到这么快。他妈的，这个贱女人竟然还把我给删了！老大，穆雨晴这个贱女人敢耍我们，我要弄死她！老大，我这就准备工具，我给你们把他家大门打开。爷爷，您孙子！不好意思啊，曾嫂，谢谢你帮我筹集这些物资，等你们被恶洗、冻洗的时候，我肯定会帮你们收尸的。哟呵，穆雨晴，你挺狂啊！你一个小小的女反，撒野都撒到老子大反派头上了。看来今晚不弄你真说不过去了。老大，怎么了？看到了吗？那里装着一个隐形摄像头。原著中，叶晨在打造安全屋的时候，给整栋楼都安装了微型摄像头，每天偷窥邻居们都干了啥。现在反正都要爬楼梯，不如顺手都给破坏了。强子，用你手中的长矛把那摄像头给我戳破了。来到穆雨晴家门口，刘满山取出工具，快速的操作了起来。1分钟左右，门锁就被打开了。你们这帮恶棍，你们是怎么把我家门弄开的？别过来，再过来，我开洗你们！你敢反抗，老子今天就把你双腿打开，然后用长矛。我错了，求求你们放过我吧。老刘，他就交给你了，好好玩。我希望明天早上看到的是一具昆体。老大，那个穆雨晴的女人，我不行啊，我不敢。之前刘满山是真的很期待能有一段这样的风流韵事，可真把这事儿摆到他面前，他却怕了。老刘，酒壮怂人胆，来，你把这瓶酒一口气喝上半瓶，这女人留不得，切记一定要玩死她，懂吗？于是刘满山只能硬着头皮将酒瓶子拧开，咕嘟咕嘟一口气闷了半瓶白酒。去忙吧。上不上，上不上。这王八蛋竟然敢把老子的摄像头捅烂！正当叶晨琢磨怎么报复时，沈白薇将他拉到了一个群聊里。叶晨灵光一闪，脑海中酝酿出一个不错的报复计划。于是在群里的人聊得热火朝天之时，叶晨将之前曾阿牛抢劫的视频直接发到了这个小群。小群里的业主们看完之后瞬间炸锅。穆雨晴，你个贱女人，你敢骗我们的物资，
出来！你给我们出来啊！老大，外面来了好多人啊，他们在疯狂砸咱们的门，还叫嚷着让咱们把物资还给他们，这可怎么办？老大，他们手里都拿着菜刀，这帮人疯了吧？竟敢跟咱们过不去！怕什么？去，把兵刃给我拿上！陈辉鹏、周海磊，你俩把这门就开一条缝。老刘，在门打开后，别管飞出去菜刀能不能把人嘎醒，给我往出飞！他妈的，都想起是吧？好，老子成全你们！我嘎了人之后，非但没有害怕，脸上反而是无尽的狂喜和嗜血。兄弟们，给我冲！把那帮狗娘养的都给我嘎了，一直追，直到嘎光为止。你们想死还是想活？赶紧的，给老子拿起菜刀，杀！表现不错，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嘛！末日之下，弱肉强食，命如草芥，你们做得很好。救我！救我！老刘，以后咱们可是自己人。今天我没看到你嘎人，现在机会来了，去把他脑袋剁了。从这一刻起，那个老实巴交的维修工人已经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手持屠刀的屠夫。经常穿书的都知道，主角都喜欢做戏，通常都戏不了，而我穿书到了全球冰封反派身上。曾阿牛嘎人了，接下来怎么办？难道我们真的要恶血了吗？叶晨看着群里不断蔓延的恐慌，心中又有了一个主意。家人们，曾阿牛在我眼里就是个小丑，我有100种方法嘎掉他，有兴趣的加我好友。叶晨哥哥，曾阿牛刚刚又威胁人家了，人家好害怕呀，人家心里真的只有你一个，你可以告诉我嘎掉曾阿牛的方法吗？既然白莲花想送喜，那自己何不成全他呢？好啊，我手里有毒药，你们姐妹俩靠近他，和他一起生活，然后找机会往食物上放毒，怎么样？多简单！如果你们姐妹俩真嘎了他，我可以让你们住到我家来哦。叶晨哥哥，这可是你说的，不准反悔哦。另一边，5楼小夫妻中的丈夫也找上了叶晨，他也想要打曾阿牛夺回物资，殊不知他老婆赵艳荣与他并不是一条心。与此同时，叶晨也找上了李若冰，并许下丰厚的报酬，邀请他一同参与放毒计划。老刘啊，过来，我跟你握个手，送你点礼物。老大，您两手空空，要送我什么礼物啊？舒服，太舒服了。好了，好好干，只要跟着我混，我家让你不怕严寒。老刘啊，我们穿这么点都每天活蹦乱跳，就是因为老大给了我们热量，所以啊，想要活得滋润，就一定要对老大忠心耿耿，明白了吗？老刘，你通过了我的考验，现在就是自己人了，不用这么客气。好嘞，老大。接下来我继续将手放在炉子上吸收热量，这么多热量吸起来真舒服，比在天然气灶上吸爽多了。随着大量热量的快速汇聚，我感觉丹田之中隐隐有了变化。老刘，别劈木头了，快给我往火上浇点油，赶紧的！足足吸了20多分钟，我的丹田之中产生了一丝微弱的火苗，这让我感觉浑身上下热量爆棚。这是金属能量，随着金属能量的包裹，我感觉自己成了这世间最坚硬的东西。我金刚不坏了，爽，真的太爽了！那是不是人类繁衍传承之根也可以变得坚硬不倒了？话说，要是热量达到一定程度，是不是能把叶晨的安全乌龙了？强子，你们3个去车库，把车里面的油都搞出来，到楼顶去开阔一个放火的地方。于峰，你跟老刘把一切能烧的东西都带到楼顶。好的，老大。叶晨作为这个世界的天命之子，假如自己把他干掉，结果又会怎样？还真是令人有点期待。爷爷，您孙子给您来电话了。牛哥哥，人家很想你呢，我和妹妹今晚就来找你快乐的玩耍好不好？这白莲花是真能嫁，真恶心。不过我自己不喜欢，不代表小弟们不喜欢啊。沈小姐，你的表现本少非常满意，今天晚上8点，你们过来找我，本少今晚一定好好的玩你们。太好了，他答应了。这个色迷心窍的狗东西，今天就是他的死期。姐姐，你把手机给我，我对他再说几句骚话，让他更喜欢我们。到时候把他玩成软脚虾，一定让他爬都爬不起来。此时，赵艳荣给我发了一组男人都爱看的照片。我看完这些照片，
当场就想给个大大的赞。不得不说，这女人真是骚啊！曾公子，怎么样？你看我的照片没有？我是诚心诚意想送你女人的。这女人有意思，难怪在原著的剧情中，自己这个反派会那么喜欢玩这个女人。说实话，我第一次看到你照片的时候，就想将你这个小浪蹄子狠狠地摁在床上。不过，你可是有老公的人啊！你这是想要我当曹贼吗？此时，趁着来电躲在卫生间充电的赵艳荣深知自己既要用美色来获得青睐，同时也要拿出足够大的诚意。曾公子，当曹贼很香的哦，只要曾公子答应，人家保证让你幸福的飞上天。还有啊，人家还有一个大秘密要告诉你，接下来有人要害你，而你根本防不胜防。只要让我去到你身边，人家一定不会让你受一点伤害的呢。这女人无非就是嫌弃自己老公没能耐，担心跟着老公恶喜动喜，这才背着老公跟自己发浪发春，希望得到自己这张长期饭票的青睐。不过嘛，好啊，那你过来吧，我现在已经不住在5楼了，我在1001，过来敲门就可以。太好了，以后跟着曾阿牛，自己就不会恶喜动喜，而自己那个废物老公，就让他跟着叶晨吃屎去吧。好的，曾公子，啊不对，好的老公，我好爱你哦，老婆马上就来服侍你了，等我哦。老婆，以后能不能活下去，就看你的了。你一定不要顾及我的感受，一定要将自己放开点，取得他的信任，明白吗？呵呵，你个绿毛喜王八，赶紧滚吧，看你一眼就烦。曾大少，我给你送老婆来了啊，不是，我给你送我老婆来了。经常穿书的都知道，主角都喜欢做戏，通常都洗不了，而我穿书到了全球冰封反派身上。曾少爷，我就是想用我老婆来跟你换点吃的，你就给我1桶泡面吧，就1桶泡面，怎么样？想要1桶泡面是吗？我觉得你的要求也太低了，我应该送给你更珍贵的东西。好啊，曾大少，我就知道您出手阔绰，你一定会送给我更珍贵的东西的。行，你自己答应就好。说完，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大白兔奶糖，跟丢乞丐一样，将糖扔出去丢在了杨一伟的脚下。我把老婆都送你了，你就给我1块大白兔奶糖，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兄弟，汝之妻，吾养之，汝勿虑也。杨一伟在心中将曾阿牛祖宗18代都问候了一遍，又唾骂了王璐200多遍曹贼，这才平复下心情。叶晨兄弟，现在我老婆已经送到他那里了。我老婆临走的时候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太漂亮了，我看了都心动。她还把化妆品，甚至是一些之前买来的内衣丝袜以及情趣类的东西也全部都拿走了。曾阿牛定然会喜欢她的，我们的计划必然能够成功，他肯定会喜翘翘的。叶晨听了这番话后，顿感哪里好像不对劲。你老婆有点不对劲呢，去取得她的信任，怎么搞得跟搬家一样？该不会你老婆把你给卖了吧？被叶晨这么一敲打，杨一伟也觉得老婆今天的行为确实有点不大对劲。此时我正在打量着赵艳荣，不得不说，这个女反派还是很对胃口的。她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个非常清纯且干净的美少女类型人设，殊不知此女还有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赵艳荣，你该不会是想用美人计来对我做点什么吧？不，老公，蓉儿是真心来投奔你的呀，我想跟你生活在一起，我不想多喜恶喜。后续的剧情我很清楚，但该给的下马威还是要有的。哦，我凭什么相信你啊？万一你说的是假话呢？你之前不是说有人想害我吗？随后，赵艳荣拿出了叶晨给他的毒药，并把整个计划全盘说出。从今往后，我和他再也不是夫妻，我只属于你，我只喊你老公，好吗，老公？看你还算比较真诚，人也比较聪明，我选择相信你。不过，接下来你得让我搜身，我要对你全身上下检查一遍，要是有哪里不满意的地方，我还是会把你赶出去的，明白吗？老公，我明白的，现在请老公检查我吧。说完，他竟主动从兜里掏出一块专门蒙眼睛的那种黑布，递到了我的手中。这个女反派可真会玩啊！送上门的肉哪有不吃的道理？咱反派来者不拒。哼，讨厌了啦！说，你该叫老子什么？主人。马德，是谁特马打扰老子的好事儿？找喜啊！让我没想到的是，此时李若冰正站在门外，还挎着一个医药箱。你先回屋里边待着，今晚本主人再尝你的鲜。好的，主人。曾公子，你伤势恢复的还挺快，今天都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那你现在就开始吧。李若冰扫了眼放在自己旁边的茶杯，心念动了动。如果趁机往茶杯里放点东西，好像他也发现不了。这个念头也仅仅是在他心中一闪而过。谢令认认真真蹲下身子，开始给我按摩腿部。好温暖啊，太舒服了。他的腿摸起来简直太令人迷恋了。要是自己以后每天都能摸他的腿，那该有多好。主人，他是谁呀？他是李医生，来帮我治腿的。去，
给李医生也倒一杯茶水喝。李若冰看着赵艳荣那一副魅惑样，再看我那享受的姿态，这让他心中很不高兴，同时脑子里有点混乱。救救我！谁能救救我？曾公子，那个房间里是有一个女人吗？我操！怎么把那个女人给忘了？对，就是那个穆雨晴，她骗了我，我就把她绑在那个屋里作为惩罚，还没来得及去看呢。曾公子，你怎么能对她这样呢？她现在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她的体温已经很低了，可以放了她吗？放了？不可能的，昨晚就要弄死她的，让她活到现在已经便宜她。李医生，走吧，这里没你什么事，继续给我治腿。李若冰看我这个样子，心中最后的一丝犹豫也断绝了。去，把门给我反锁上。5分钟后，李若冰带着穆雨晴出来了。曾公子，我错了，我不该骗你，更不该羞辱你，我该洗，我给你道歉。果然，李若冰这个女人还是很有正义感的嘛，救出穆雨晴倒也不出意外。行啊，想活命，那就乖乖的对着墙跪到墙角那边去，不准起来，不然老子立马弄死你。曾公子，你怎么能这样呢？哪怕他之前做了一些错事，但你也不能这样对待他吧？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李医生，该你管的你可以管，不该你管的最好别管。说完，我对身边的赵艳荣使了个眼色。贱人，拿我主人的话当耳旁风是吧？走，你给我乖乖的跪在那里，敢不听话，信不信我揍你？这一幕让李若冰彻底的做出了决定，随后他便继续给我做起了腿部按摩。他一边摸腿，一边酝酿着如何打掉我。就在换药的时候，李若冰有主意了。曾公子，接下来只要我给你注射1针消炎药，你就彻底好了，腿部也不用再继续服药了。哦，这样啊，李医生，你可真不厚道。有消炎药也不早给我注射。说完，我嘴角已经扬起了满满的玩味。这是准备要动手了吗？李若冰一边打开医药箱，一边从容地解释着。看来毒杀他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嘛。这个家伙对自己竟然没什么防备之心，真是太好了。曾公子，请把你胳膊露出来吧，我现在给你注射消炎药。好啊，李医生，那你过来一点。经常穿书的都知道，主角都喜欢做戏，通常都洗不了，而我穿书到了全球冰封反派身上。李医生，你好大的胆子！你竟然想谋害我，你不想活了吗？不是的，曾公子，你是不是误会什么了？我这是在救你呀。李若冰，这瓶蛇毒也是叶晨给你的，没错吧？你刚才用注射器抽取的就是这瓶蛇毒，我都看在眼里了，你还想狡辩？不是的，我没有想害你，曾公子，你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啊！我真的没有想害你。哦，既然你没有想害我，那我把这针液体注射给你好了，反正也是消炎药，不会洗人的，对吧？曾阿牛，你看那是什么？你快换个针头，老子今天要给他打针。好的，主人。不要，好痛，我的脚好痛啊！李医生，你也太矫情了吧！你踢的我还没喊疼，你怎么就哭了？搞得我好像欺负了你似的。你究竟是什么怪物？别捏了，痛，我好痛啊！求你停下！停下！好啊，那你乖一点，趴在地上咯。主人，针头换好了。李医生，以前都是你给别人打针，今天我也给你这个当医生的打针，你说我该给你前面打、后面打、上面打还是下面打呢？你喜欢哪里被打针啊？不要啊，别给我打针！曾阿牛，我求你，别打我！我也是一位优秀的外科手术医生，在这寒冰末世，医生资源是很难得的，尤其是我这种博士级别的主刀医生，我能治很多病，我还会做手术，我很有用，你需要一个我这样的医生来保证你的健康。是吗？可是在我眼中你并没有那么重要，医生而已，你洗了我还可以找别人。其实你还有另一个优势，那就是你是一个美女，一个完璧美女。你做梦，我就是洗也不会从了你这种人。李医生，这可由不得你。曾阿牛，我恨你，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赵艳荣看着眼前这一幕，再次觉醒了 M 属性，眼中充满了羡慕。主人他好勇猛，他好帅哦，要是对我这样就好了，我好想被主人这样。李医生，你想清醒的洗去，还是想昏昏沉沉的洗去？如果你选择后者，我现在就把你打晕过去。如果你想清醒的体验到做女人的快乐，那就老实点配合我。1个小时过去，李若冰和之前判若两人，她双眼迷离的喊着乖乖老公，乖，对我说谢谢。谢谢。你是不是忘记怎么称呼我了？重新说。哎呀，真不好意思。乖乖老公，臭爸爸，谢谢你。很好，早点安息吧。主人，你好厉害呀！人家在屋子外面都能感受到您的威武雄壮，哼，真是便宜他了。不过他只能陪主人1次，而我可以一直陪着主人。你倒是很懂事嘛。行，今晚上会给你机会的。现在你去卧室收拾一下残局，这么极品的妞，傻子才会只玩1次，来日方长，直到他洗为止，这才叫物尽其用。赵艳荣听了这话后，顿时表情一变，满脸的不可思议。主人，你不是给那女人注射了蛇毒吗？她应该已经洗了吧？您怎么还这样说？
你听说过高温杀毒吗？啊，高温杀毒。对此，我并不想解释太多。主人，你要去哪儿？对不起，主人，蓉儿不该过问主人的任何事，蓉儿错了。算你识相。老大，你来了呀！老大，我有件事要向你汇报。今天我和强子在地库弄汽油的时候，碰到了9号楼的一帮人，他们在疯狂砸门，还各种谩骂。到底怎么回事？那帮人有没有把门砸开？门没砸开，当时我稍微看了一下，大概有5、6个人。9号楼想起来了，在原剧情中好像是叫什么猛虎帮，成员数量在20人左右，全都是猛虎健身俱乐部的肌肉猛男。老刘，后来呢？你俩又做了什么？后来我们俩提着电焊机和电瓶去9号楼的那个铁门前，我用电焊把门缝给焊了一遍，除非他们把门框给拆了，不然绝对是出不来的。我把门给焊死了。干得漂亮！不过9号楼库房走廊贯通着3个单元，所以3个门你俩都焊住了吗？老大，这我给忘了，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没事吧？通常不出意外，10有8、9会出意外。老刘，你快去把上楼顶的梯子封起，等会我吸收热量的时候，不能出一点意外，不然这场大火就白放。老大，好了，这么大个火堆，只需轻轻一点汽油，火焰必然冲天而起。开搞！好嘞，老大。伴随着一声沉闷的爆燃声响起，火光冲天而起，磅礴的火焰散发出了强大的热量。如果有一天自己去到太阳上，把整个太阳的热量都吸收掉，那会是一种怎样的结果？这时，我注意到了不远处有个闪烁着金属光泽的大烟囱，这个3米多高的铁烟囱下面，不就是叶晨的安全屋吗？此时，叶晨正抱着一个蛙娇女孩，释放情绪。等到李若冰把那个狗东西给嘎了，自己也就不用让蛙娇女孩来作伴了。什么情况？我的安全屋怎么了？安全屋排风系统故障，安全屋排风机已经烧坏，安全屋新风系统故障，安全屋空气置换系统故障，安全屋恒温系统故障。谁在搞老子？谁？我传输到全球冰封女主，我的掠夺主角空间异能，并融了她的安全屋。他们这么做一定是想骗我出去。呵呵，曾阿牛，你做梦！你休想让我出安全屋半步。想通后，叶晨在电脑上操作将安全屋的备用系统打开，也不知道李若冰现在有没有得手。于是叶晨给李若冰发去了消息，可却迟迟没有回应，电话打过去也无人接听。或许李医生在忙吧。他又给杨一伟拨去了电话。杨一伟，你联系一下你老婆，问问那家伙是个什么情况，我必须要知道他的详细动态。杨一伟听完，胸有成竹地打着包票。然而当他发消息给老婆时，却发现自己被拉黑了。叶晨兄弟，我老婆她把我给拉黑了，她一定是被没收了手机。叶晨兄弟，你脑子聪明，你快帮我想想办法救救我老婆。杨一伟，你个猪脑子，我之前就觉得你老婆不对劲，现在看来还真是被我猜对了。就在叶晨懊恼无比的时候，沈白薇给发来了一条语音消息：叶晨哥哥，我们俩都已经化好了非常漂亮的姐妹妆，超级美哦，你想不想看我们俩的美照？这个白莲花总是在自己生气的时候把脸凑上来让自己打，还算他有点用处。还是算了，你和你妹妹长得那么丑。不服气的两姐妹给叶晨发了一组非常诱人的照片，叶晨嘴里说着不要，但眼睛却很诚实，看的那叫一个津津有味。而此时我来到了地下2层，果然地库门破了。老大，这帮该死的家伙竟然敢砸门，真是找血！咱们去弄死那帮孙子吧！小弟们气得咬牙切齿，一个个恨不得立马去找9号楼的人报仇。先别冲动，末日之下受了伤可是很麻烦的，我有更好的办法哦，去老刘家慢慢聊。老大，你手里的水杯没了，哪去了？对此我也有点迷茫，靠，这特么的闹鬼了吗？这是什么情况？接下来我将3名小弟的水杯都拿到手中，无一例外全都消失了。不过我却清晰地感受到我的精神世界里好像多了一些东西。靠，异空间！我什么时候觉醒了空间异能？而且这空间也太小了吧！看着这只有1立方米的空间，我似乎想到了什么。今天刚把叶晨家的排气管融了，就觉醒了空间。难道说自己这个反派只要对天命之子出手，就可以剥夺他的异能，为己所用？这可就好玩了。叶晨，你就等着被老子薅哭吧！老大，难道你又觉醒新异能了？老大，你简直就是我心中的神。这有什么？这不是家常便饭吗？我有空间异能的事情，大家都要保密，这可是咱们活下去的资本，明白吗？5名小弟连忙点头，并对天发誓。好了，咱们继续说9号楼的事情。我猜测猛虎俱乐部的人之所以来了又走，应该是看到楼道里那些昆体害怕了。不过这终究是一群祸害，为了以后能更好的生存下去，必须把他们全嘎了。5名小弟对此都极为认同。老大，你快说方法吧，兄弟们立马就去执行。
这样，咱们先找人去探路，再把这帮人引到咱们6号楼，让他们去找叶晨。只是不能让兄弟们去冒这个险。我觉得杨一伟比较合适，反正他也是叶晨的狗腿子。随后，我将计划详细的向小弟们诉说。5名小弟越听眼睛越亮。曾少，您这是干什么？我把老婆都送您了，您还不满意吗？杨一伟，你胆子不小啊！你老婆可是把一切都告诉我了。你说，你都想联手叶晨弄死我了，我该怎么处理你呢？杨一伟被吓破了胆，主动把手机交了出来。我用杨一伟的手机加上了自己的好友，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叶晨，而后将原本的叶晨给删掉。小子，想要活命，接下来你需要按我说的话去做。后，杨一伟来到了9号楼2单元602房间。林文雅在不在？要是再不出声，老子就要强行破门了。你是谁？找我做什么？我家老大叶晨喜欢你很久了，现在你跟我走吧，以后跟着我家老大，保证让你吃香的喝辣的。你们不能伤害我，我老大可是跟我正在通着话呢。赵猛的小弟一把将手机抢过来，对面的镜头并没有开，但杨一伟这边的镜头确实是开着的。赵猛，老子认识你，你是猛虎俱乐部的老板，对吧？你最好把他送过来让老子玩玩，老子玩够了会还给你的，要不然我可就要对你们9号楼下手了。今天你们来6号楼应该也看见了吧？楼道里那些人都是老子叶晨嘎的。赵猛对这架势还真有点忌惮，正是因为这些昆体，让他今天打了退堂鼓。叶晨，你吓唬谁呢？你以为你派一个小弟过来就能抢走我的女人了吗？你未免也太嚣张了吧！赵猛，我给你10分钟的时间考虑，只要你同意让他跟我玩玩，我会送你1个月的物资，我想你会心动的。随后，赵梦看着叶晨润生活的视频，整个人都惊呆了。猛虎弟弟，你怎么了？人家可是很爱你的，你不会真要把我交出去吧？随着一阵交谈，原本无比排斥的林文雅竟面带微笑，一副立马要去和叶晨过日子的架势。兄弟，刚才对不住了，你现在赶紧给你家老大叶晨拨个电话过去，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谈谈的嘛。老大，林文雅给你带来了，你快看。杨一伟这个狗东西，十有八九已经背叛了自己。哼！我传输到全球冰封，女主，我的掠夺主角空间异能，并融了他的安全屋。这个女人是谁啊？长得还挺好看的，可惜，真是可惜了。另一边，被吓破胆的几人刚下到2楼，就被提前埋伏好的连宇峰和石强给嘎了，只有赵猛一人跑了回去。老大，我们那边都已经解决了，在2楼埋伏的时候，直接捅袭5个。老大，杨一伟洗了，被叶晨射洗了。老大，这女人怎么处理呀？这女人没什么价值，给兄弟乐呵吧，带到老刘的那个1楼去。林文雅原以为自己得到了救助，却不曾想刚出狼窝又入虎穴，连忙苦苦哀求。这女人在原剧情中跟着赵猛在末世中坏事做尽，生吃人坤那是家常便饭。如果仅仅是这样，那也就算了。他喜欢把别人家的小儿抢来炖肉吃，还专门喜欢吃那个地方。对于这种 BT 的人，我很是鄙夷。老大，你对我们真好。对啊，老大，他身材简直太炸裂了，你确定不玩吗？嗨，强子、阿峰，你俩还想不想玩？不想玩就跟老刘去汉大门。我当然想玩，是阿峰不想玩，我先去了。靠，强子，你他妈不仗义啊！老大，你别听强子胡说，我也想玩，我这就去玩了。接下来，改装雪地车的计划也得快一点提上日程了。再过几天，外面的雪就会冻得很硬，到时候就可以去当地的特警大队弄到枪支弹药武装小弟，然后控制整个小区，就可以发动更多的人给我制造大火堆。到那时，融掉叶晨的安全屋有手就行，还真是令人期待啊！想到这里，我准备从异空间拿杯水喝，不料意识刚探入到异空间，我就惊讶到了，哦豁，这就变成3立方米了。果然，只要自己想办法给叶晨找麻烦，让叶晨不痛快，自己就能不断剥夺叶晨的异能。看来今天晚上得好好蹂躏一下沈白薇和沈白雪姐妹了。2个小时后，老刘，不是我说你的老牛到底行不行啊？让你把沐浴清完洗，你怎么搞的？老大，你放心，我肯定能把沐浴清完到洗，我绝不辜负老大的期望。行，对了，今晚上我还给你安排2个更好玩的，到时候你和强子他们一起玩，保证让你享受到这辈子都不可能拥有的快乐。老大，两个呀，我不一定能行啊，我有点害怕，从来没干过这种事儿。我说你行，你就行。老刘，我很欣赏你这种闷骚老头，今晚你老刘出战，绝对效果加倍啊！我会效果加倍。对啊，你又老又丑，却能玩叶晨追求了数年，连手都不敢碰的梦中女神，你说效果加倍不加倍？今晚本少的100立方可就靠你了。老大，你说的好玄乎，我老刘都有点听不懂了。牛哥哥，人家都已经迫不及待了呢，人家和妹妹可准备好今晚的炮火了哟。不错，你这个绿茶很有觉悟嘛。今晚
老子就给叶晨直播个大混战，到时候叶晨一生气，那自己的异空间又能大不少。一想到今晚上要搞100立方的大空间，我这心情就好得不得了。行，今晚8点准时去你家里，保证让你们姐妹俩快乐的飞到天上去。老大，你来了啊！这女人可真带劲，可惜她腿上受了箭伤，用不了几天可能就要洗了。以后这种好事儿，那还不是家常便饭吗？今晚8点，姐妹花想不想嗨皮？石强三人眼睛顿时放光，激动的都快要蹦起来了，开心的嘴都合不拢，各种问询怎么回事儿。于是我便将沈白薇发来的照片拿给石强4人看。这一组照片看完，石强4人一个劲儿的咽口水。老大，那个，抱歉啊，我是最后一个，所以晚了点。老大你别生气，下次我一定快一点。小鹏，这种事情你着急什么？时间长不比时间短更好吗？好了，你们好好休息，准备今晚的战斗。现在我要带蓉儿回房间办点私事。刚回到房间，我就见到不同寻常的一幕。只见李若冰的床上长满了绿植，这是觉醒了治愈系异能，好事儿，这还真是一件大好事。但是怎样做才能让李若冰一直言听计从呢？有了，张爱玲女士曾说过，通往女人内心唯一便是。随后我便想要把李若冰唤醒，然而李若冰现在极度的虚弱，根本无法唤醒。在床上一顿折腾，我是一身的火气。好在赵艳荣却颇为懂事，1个半小时飞速而过。主人，蓉儿好累，晚饭就不吃了，现在只想睡觉觉。我和若冰妹妹就在这里休息了，你晚上记得早点回来。行，她醒了通知我，你休息吧。晚上我们先去了1502许阳家里，倒不是想抢东西，而是跟沈白薇有关系。沈白薇一共有2个舔狗，一个是叶晨，一个就是住在1502的许阳。谁知道沈白薇这么主动的邀请自己去他家，会不会把他的舔狗拉出来咬自己呢？老大，他家的木头家具好多啊，拆了吧，带上楼又能放火了。老大，我现在都有点手痒痒了，我想开家怎么办？我看这4人一副忍不住搞破坏的架势，无语的瞪了他们一眼。怎么，难不成拆家比玩姐妹花还有意思？强子，要不你们4个留下拆家吧，玩姐妹花这种辛苦活交给我老刘。老刘，你学坏了啊，竟然想一个人玩姐妹花，你的老牛能行吗？我传输到全球冰封，女主我的掠夺主角空间异能，并融了他的安全屋。你们想干什么？沈白薇，你不是说你就等着老子一个人来吗？现在这是怎么回事？你特么玩我呢？他万万没想到我竟然直接破门而入。原本他计划着利用天狗许阳和季同学埋伏在隐蔽的位置，到那时只要把房门一关，我必醒，然后再让天狗跟我的小弟们厮打，他便可以趁乱跑到叶晨家去。可恶，真是可恶啊！曾少，不是你看到的那样的，曾少是他说他是你的小弟，有重要的事情跟我们交代，我们才开门的。哪怕把我的肋骨打断，给他熬汤喝完，我都愿意。被他诬陷一下，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我一定要保护好我的女神。想到这里，许阳立马起身怒骂。本来我还想留着天狗，等兄弟们玩完，再让他们添点残羹剩饭，到时候也能气气叶晨。但此时我改变主意了，强子，我想吃狗肉了。好嘞，老大，我这就嘎狗。许阳的4个同学吓得浑身战栗，想要趁机逃跑。操你妈的，谁敢动，老子一毛捅死他！小屁崽子，跑！你倒是跑啊！哈哈，特么的捅死你！别搞我，求求你别搞我！看着这4个被吓破胆的家伙，我想要将他们收归麾下，但是转念一想，这个想法就打消了。兵在精而不在多，而且这4个家伙瘦不拉几的，让他们干活也没什么力气，所以还是嘎了吧。沈小姐，他们洗钱都把真相告诉我了，你说你们姐妹都想害死我了，我该怎么报答你们呢？曾少，对不起，我不该鬼迷了心窍，听叶晨的话，我和妹妹都是被叶晨逼的。对，曾少，你要报仇就找叶晨吧，我们愿意为曾少做牛做马，只求曾少别打我和姐姐，求了。哦，这样啊，那这个叶晨还真是可恨。既然是这样，那你们2个愿意配合我吗？愿意活，不愿意血。我随便一句话把沈白薇吓晕了过去。沈白雪则料失禁，脸色一片煞白。我说话的语气明明很温和啊，他们就这么怕我吗？随后我决定帮他们清醒。操你妈的贱货，问你个问题咋还晕过去了？老子有那么吓人吗？给句痛快话，愿意还是不愿意？曾少，对不起，我们愿意，非常的愿意。接下来我坐在沙发上，将自己要求沈白薇和沈白雪配合的事情详细讲述了一遍。叶晨正在他的安全屋里惬意的享受着。爷爷，您孙子给您。沈白薇这个绿茶婊，这么快就把曾阿牛那狗东西给嘎了吗？一念及此，叶晨立马接通了沈白薇的视频，他已经准备好打脸这2个绿茶了。怎料，叶晨，你个洗天狗！不对，姑奶奶，我现在叫你天狗，都是你的荣幸。
你看什么？没见过美女吗？呵呵，叶晨，就你还想追我姐姐？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你连给我姐姐舔鞋都不配。叶晨听着这番话，整个人都懵了。怎么回事？他们两个不是做梦都想住到我的安全屋里面吗？怎么现在这么狂？沈白薇，你还想不想住到我的安全屋里面？敢这么跟我说话，是谁给你们的自信啊？叶晨，你个洗舔狗，你那个破安全屋就是一个乌龟壳子，谁稀罕？我们现在一点都不冷了，外面的世界已经回温了，你不知道吗？这话如同一颗惊雷一般，在叶晨的脑海中炸响。什么？外面回温了？冰寒末日结束了？这怎么可能？叶晨无法相信这样的话语，但是最近安全屋遭到破坏，窗户都已经关闭了，暂时又看不到外面的情况。叶晨只能气急败坏地怒视着视频里的沈白薇和沈白雪。你好啊，叶晨绿毛龟，老子随便用点手段，你就吓成那样，可还真是胆小啊。对了，今天我要免费让你看一场好戏，你想不想看看你跪舔了好几年的女神，连手都没摸到的女神，她是如何在5个男人之间一步步迷失自我的？少在视频里吵老子狗叫，有种你到老子门口啊！你看老子弄不弄死你？叶晨，你是在搞笑吗？不是应该你出来打我吗？要快哦，不然你追求了多年的女神马上要给你戴一顶又一顶的帽子了哦。叶晨，你看到了吗？这可是你苦苦追求的女神。说完，石强粗暴地将沈白薇吻了起来。此时沈白薇一脸蒙圈，曾阿牛竟然不自己亲自上，而是让他的小弟。沈白薇顿时心凉了半截，可他又不敢反抗。虽然叶晨一次又一次地告诉自己，沈白薇就是个白莲花，是个绿茶女，但是当我看到自己跪舔了足足10年的女神，现在竟然和一个街溜子在镜头里放肆的亲吻，他的心太炸了。我看到这一幕后开心坏了，然后抬腿在沈白薇的屁股上踹了一脚。沈白薇自然知道我让她干什么。叶晨，你个洗舔狗，你不是很喜欢我吗？你不是很爱我吗？你不是曾经一次又一次的送我生日礼物吗？为了感动我，你真的是付出了好多啊，只可惜你付出那么多都不如我随便找个人亲吻来的享受。你都不知道你有多恶心，你送给我的那些东西啊，我每次是擦完脚就丢垃圾桶了。来，这位哥哥，你叫什么名字？刚才人家还没玩够呢，继续啊！卧槽你妈的，老子当初的真心为了狗，老子当初真是瞎了眼，才会喜欢你。你和曾阿牛那个狗东西，竟然串通一气来气老子！你们这些狗男女，你们不得好喜，不得好喜！我传输到全球冰封，为了剥夺主角空间物资，我带着小弟闯入他舔了几年的女神家。叶晨老公，救我！叶晨，你老婆可真……叶晨，你连你老婆的手都没摸过吧？而我们却在 happy。等着，你们给我等着！我叶晨是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而此时，我压根没听叶晨在说什么，连直播现场我也懒得管了。爽，真特码爽啊！老子的异空间已经从3立方米变到10立方左右了，即便是收一辆汽车进来都不成问题。之前还愁着改装完的雪地车怎么搬运到上面，现在看来这个问题迎刃而解。不过眼下也才10立方米的空间而已，咱反派并不满足，不够，远远不够。老刘，快别愣着了，你也上去给叶晨点把火。刘满山答应一声，用出了这辈子最快速的一次100米冲刺，眨眼就到了镜头前面。你好啊，叶晨，我刘老汉今年60岁，咱老汉丑是丑了点，但腰好啊，所以我和你老婆玩一下，你不介意吧？叶晨看着那满口大黄牙，还有那为老不尊的猥琐笑容，心态再一次炸了，再也顾不得体面，发了疯一般对着镜头一顿狂骂。年轻人，我劝你好自为之，来，小薇薇跟大爷亲个嘴嘴。真辣眼睛啊！不得不说，老刘这操作任谁看了不牙根痒痒。欺人太甚，简直欺人太甚！老不洗的东西，老子一定要弄死你！你洗定了！刘满山听到叶晨在骂自己，反而更高兴了。香，真香啊！我老汉活了大半辈子，没想到老了还能享用这等香喷喷的美味。姐夫啊，这些人都这么放肆了，你怎么还能忍下去？你该不会是个忍者神龟吧？叶晨老公，快来救我！这个洗老汉，他好像30年没刷牙，他太恶心了。说完，沈白薇只是看了刘满山一眼，就再次开始连连作呕。薇薇呀，怎么的？你是在嫌弃大爷喽？你是觉得大爷没你老公帅喽？刘大爷，您最帅了，薇薇怎么会嫌弃您呢？叶晨那个天狗舔了我10年，连我一根手指都没碰过，而您不一样，您简直比他强了10倍。我叶晨把话放在这儿，不出1个月，我一定把你们所有人都弄死。哟呵，叶晨，你说什么？你想跟着老汉我学绕口令，想求我放过你心目中的女神？行啊，那你可听好了，绕口令是脑瘤的老牛得了老瘤，老刘带脑瘤去看老牛，老牛脑瘤和老刘气得叶晨的脑瘤，怎么样？你要是能说出来，我肯定放了他俩。老子必打你，老子叶晨
这就出去将你们全给毙了。只可惜这一腔的怒火，也仅仅只是支撑叶晨去到了那铁门之前。不行，万一曾阿牛那个狗东西就是为了激怒我，早就已经做好了埋伏怎么办？最终，叶晨将手缩了回来，走了回去。只是刚平复的心情，在看到手机里的画面时，瞬间又让他怒气值飙升。不要啊！叶晨，你回来了呀！哈哈哈，抱歉，微微实在太美味，可不能怪老汉我。洗，你们都要洗，全都要洗。与叶晨的愤怒相比，我现在却是乐开了花。大了，空间又大了，哈哈，带大大，继续带，老子要更大的空间。刘满山出场之前，异空间长到10立方米之后就不往大长了。可是刘满山一出场，异空间就开始变大。于是，我给小弟们使眼色，继续加火。接下来，沈白薇和沈白雪也不知道是哭还是在笑，声音很大，喉咙都快要叫破了。叶晨，你可真是个废物啊！现在你满意了吗？你觉得好看吗？叶晨，就你这种绿毛龟，你还想做我姐夫吗？呵呵，下辈子你都不配，你不配啊，因为你就是个软男，你真的好垃圾。在沈白薇和沈白雪不断的羞辱下，再加上刘满山以及10强4人那桀骜且夸张的笑声，让叶晨再也没办法看下去。叶晨气得狠狠地将手机摔在地上，又用脚不断的踩，狠狠地踩，好半天之后，才发现手机不再发出声音。平静了，自己的世界终于平静了。平息了好一会儿怒火之后，叶晨重新取出一个手机，立马拨出了一个电话。叶晨，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突然给我打电话了？杨大叔，现在我们的计划可以开始了。真的吗？叶晨，计划可以开始了。好，好啊。曾阿牛，等着吧，老子一定要你洗。与此同时，一切尘埃落定后，我感受着长到了50立方米的空间，心情很是不错。如果有机会把叶晨嘎了，说不准就能把叶晨的异能全部都剥夺了。想想就期待啊！老大，那2个女人怎么处理？强子，这还用问？当然是好好招待了，先给他们把衣服穿上。好好招待，总感觉老大的话怪怪的。牛哥哥，你干什么？你怎么从我家拿了2把水果刀？你是想吃水果吗？2位大功臣不必害怕，你们今天这么辛苦，我准备给你们点奖励，放血怎么样？不要，牛哥哥，求求你别嘎我！不要啊！老大，今天真是太感谢你了，让我老刘体验到了这辈子都没体验过的美好。老刘，你除了该感谢老大，还应该感谢你的老牛。刘的老牛是真的牛啊，太猛了！以后咱们应该称呼老刘一声牛哥。牛哥好，以后牛哥让着兄弟们点。老刘，从今天开始，你和强子除了要在地库搞汽油外，还得把地库里那几辆摩托车改装成雪地车。至于电量，你也不用担心，除了每天2小时来电之外，我们5个都有跑车，就在地库里。到时给我们的车子加上汽油，打着车子搭上线，就有源源不断的电量。你就好好的在地库搞改装雪地车吧。老大，我们3就负责去拆家吧，将这些拆了的木料都背到楼上去，准备放火。没错，老大，先从15楼1502那个房间拆，从15楼搬到18楼太轻松了，而且他们家的木料是真的多。我看着小弟们尽管都有些疲惫，可一个个却跟打了鸡血一样热情饱满，心中不免感慨，咱反派的小弟还真是够忠心耿耿的。不要，求求你，别嘎我！穆小姐，别怕，大爷我虽然带刀，但不嘎人，你别动，千万别动。主人，你回来啦！我刚给若冰妹妹吃了点食物，现在精神多了。很好，表现不错。曾少，你干嘛？当然是干。曾少，我身体还有点不大舒服，我担心我。少他妈废话，老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敢拒绝我？你是不是还想洗一次？好的，曾少，只求你温柔一点，不要再这么粗鲁的对待我了。说完，李若冰眉眼低垂，情绪低落，一副任人宰割的样子。冰冰啊，看把你吓的，本少又不是什么坏人，刚刚不过是跟你开个玩笑而已。行了，别哭了，来，本少帮你擦擦眼泪。话罢，我直接粗暴的用手去给李若冰擦眼泪。咱反派从不注重细节，主打一个辣手摧花。这叫擦眼泪吗？搓的脸都疼了，他好粗鲁。一旁的赵艳荣看着这一幕，眼中却是充满了羡慕。主人他真的是太会了，那手法要是用在我脸上，我会馋得流口水，我会。曾少，那个一会儿轻一点可以吗？哦，确定让我轻一点？我怎么感觉你这话说的言不由心呢？行了，本少也懒得再逗你，找你可是有正事的。现在，立刻，马上用你的异能对我进行治愈。曾少，我现在没有完全掌握这个异能，等几天，等我完全学会了怎么用，再给你用，你看行吗？你他妈听不懂人话吗？立刻马上对我进行异能治疗，不然
老子就让你尝尝猛烈的温度。听到猛烈的温度4个字，李若冰脑海中顿时浮现出了一幕幕香汗淋漓的画面，还有那种热得让自己想哭的感觉。不要，曾少，我服从，我这就听你的话，我这就对你施展治疗异能。随着治愈异能发动，我顿感如沐春风，那极致的爽感从下身渐渐蔓延遍全身，让我原本有点疲倦的身体一下子精神十足，这效果简直一绝。不错哦，冰冰，你的表现本少很满意了，这次治愈就先到这里。哎，这异能对我来说到底是福还是祸啊？此时我来到了堆放着大量物资的房间，找出了大量的牛奶收入空间中。蓉儿，把这箱子牛奶打开，让李若冰喝了，一滴都不准剩。他要是不喝，那就给我往里灌，上面灌不进去，从下面灌。他坏透了，他就是魔鬼。若冰妹妹，请你不要让我为难，快喝，喝不进去我可要灌了。看过原著的我当然知道李若冰的异能需要吸收蛋白质补充，而且这个异能它不仅能够治疗，还能去除疲惫，到时候自己的小弟一个个24小时不需要睡觉，不就能一直搞事儿，一直干活吗？而我付出的代价最多也只是2箱子牛奶而已，这简直太划算了。没想到我竟然可以一口气把1箱子牛奶喝掉，现在我感觉精神多了，谢谢你。哦，你想谢谢我？行啊，不过我可不喜欢听嘴上说出来的谢谢。古人云，说不如做，对吧？冰冰，主人好帅，他要是这么对我，该多好啊！李若冰却是心中咯噔一声，暗叫不好。遥想当初，真是一言难尽，自己竟然一时糊涂，听信了叶晨的鬼话，拿着蛇毒要嘎他。现在想来，李若冰已经不知道后悔了多少次了。冰冰啊，走，现在先跟我去个地方。卧槽，老刘竟然在！眼前这一幕给我看的人都骂了。老大，你来了！老刘，你这是什么嫖？我有点看不懂了。老大，强子他们4个说想玩大白老虎，可是现在不是没有吗？既然没有大白老虎，咱自己弄一只出来不就有了？老刘，你还真他妈是个人才，以后强子他们还不得喊你一声义父。行了，老刘，你去把强子他们都叫醒，我有天大的好处送给你们。刚睡着的石强等人被老刘叫醒，气得一顿臭骂。老大说要送我们天大的好处，你们不要，我老刘要，嘿嘿。老刘，你越来越不做人了。牛哥，你真坏。李医生，开始吧。随着治愈系异能将石强5人笼罩，5名小弟瞬间变得精神抖擞，再没有一丝一毫的困倦。老大，这太神奇了吧！老刘感觉自己好像年轻了10岁，浑身充满力量。小弟们你一言我一语，情绪激动地诉说着各自的感受。老大，李医生是怎么觉醒异能的？兄弟们，可能异能觉醒的条件比较特殊。李若冰被注射蛇毒后，非但没洗，反而觉醒了治愈系异能。你们如果想试的话，倒也可以试一试。成功了，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的几率觉醒异能；要是失败了，那就下去呗。觉醒异能的条件这么苛刻吗？那还是算了，一不小心嘎了，那可就赔大了。跟着老大混，还要神妖异能啊！现在你们是不是一点疲惫感都没有？是不是很想去搞事？对，老大，我现在非常的想搞事情，甚至我想去6楼山那胖女人几个大比兜，哈哈哈。那行，你们5个带上家伙事儿，先去一趟地库，把各个地库的门检查一遍，提上电焊都给焊住。这事儿做完之后，老刘和强子留在地库改装雪地车，陈辉鹏、连宇峰、周海磊，你们兄弟3个就去15楼拆家。明天早晨咱们继续放火，放一把更大的火。兄弟们，虽然咱们都很辛苦，但美好就在前方。兄弟们，咱一起努力，今天睡地板，明天当老板。兄弟们，极寒就这生活，简简单单10个菜，开造。爷爷，您4号给您来电话。请问您是曾公子吗？是，你谁啊？我是2楼楼长周慧慧。曾公子，一件好事儿，一件坏事儿，您想先听哪件？周慧慧，哪个周慧慧啊？哦，是她。原著中喜欢黑哥，成天跟黑哥腻在一起，白天当保镖，晚上当宝贝，而且这女人极会笼络人心，要不是叶晨有主角光环，绝对会被她玩死。想到这里，我决定有机会一定要嘎掉她，绝不能手软。哦，说说吧，好事是什么？坏事又是什么？曾公子，你还记得你之前追过一个叫苏南的小姑娘吗？她现在就在我身边，只要你答应跟我合作，我立马让苏南跟你在一起，这是不是好事呢？这个苏南是原主那个水货喜欢的类型，又不是我喜欢的类型，这女人搁着跟我玩美人计呢。哦，周老板，你还真是有2把刷子，那要怎么合作你才能让她跟着我呢？曾公子，你果然跟传闻中一样爽朗，你确定不先知道坏事是什么吗？就这么着急想要得到苏南？切，坏事本少身边能有什么坏事？我和兄弟们现在可是6号楼的霸主，地库也是我的地盘，我身上能有什么坏事？曾少啊，我有小道消息，接下来你真的会有生命危险呢。叶晨已经谋划了一个完美的打掉你的计划，而你对此却一无所知。周慧慧料定曾阿牛那个纨绔听了这话会吓得不轻，果然这话说完后，
那边久久没有回来消息。叶晨想嘎掉自己这事儿，老子一清二楚，还用你说？不过这个女人要演，那就陪她演好了。于是，我刻意将飞扬跋扈的一面表现了出来，并达成了合作协议。呸！什么玩意儿？还想修老娘的下水道？你个愚蠢的小垃圾，你配吗？老娘的下水道只让黑宝修。兄弟们，今晚8点跟我去达人。连着干了1星期杂活的5名小弟瞬间热血沸腾。很好，不愧是我的兄弟。现在我讲一下咱们今天的具体行动计划。叶晨不是想嘎我吗？那咱们就来个一箭双雕。到时咱们这样，再这样，或许我可以打造一个属于我的极寒王国。柔儿，把冰冰的手机给我，有个事情我得好好查一下。我打开手机，细致地查看着叶晨的内部群成员，很快就锁定了目标602的女拳师。这个应该就是周慧慧的内应了吧？留着也是个祸害，今晚一起嘎了他。在我准备将手机丢在一旁，做点快乐你我他的事情时，小群内像是有预谋的一样，好多人都在艾特杨光荣。杨大叔，叶晨承诺给我们的物资到底什么时候给啊？我快饿死了。是啊，杨大叔，我们每天都在冒着生命危险，偷偷监视着那些人的举动，要是再拿不到物资，我们喜不瞑目啊！我看着群聊，实在是憋不住了，乐得哈哈大笑。叶晨这个抠门的绿毛龟，真是笑死老子了！囤积了100亿物资，却抠抠搜搜的连塞牙缝的点吃食都不给，只会一个劲儿的画大饼，谁给你卖命啊？人家曾阿牛坏的光明正大，对自己小弟好得很，可他叶晨呢，抠得跟个铁公鸡似的，还一直在耍心眼儿，伪君子。就冲你们这番话，本反派很高兴，今晚一定让你们洗得没有痛苦。杨光荣看着群聊，心中也很无奈，于是他犹豫再三，还是给叶晨拨去了电话。安全屋内，叶晨意犹未尽的从塑料身上爬起来，脸色多少有点疲惫。喂，杨大叔，什么事啊？给我打这么多次电话。叶晨兄弟，你在忙什么呀？没看群聊天吗？叶晨看了一眼群消息，嘴角扬起一抹邪魅的笑。呵呵，想要物资，做梦！你们的喜活跟我叶晨有什么关系？杨大叔，我给你发几张图片，你再安慰安慰他们。想要物资，等嘎掉曾阿牛再说。哎，好的，叶晨兄弟。随后，叶晨咔嚓咔嚓一顿拍照，甚至还录制了一段视频，在视频里鼓励大家，事后这些物资都是他们的。而杨光荣在收到这些照片视频之后，转头便去安抚那帮邻居。请大家相信叶晨，配合杨大叔，美好就在前方。曾少啊，你个子也太矮了吧？你在哪里啊？我怎么没看到你？都爬远点，不服就开战，谁怕谁啊！面对5人挥舞着家伙，一堆挡在我面前的黑黑纷纷撤到了两边，没有一个敢上前拿命对抗的。曾少，你的人也太粗鲁，太野蛮了吧？我龙国可是礼仪之邦，你们懂不懂礼貌啊？礼貌？这就是礼貌？你有黑黑了不起吗？黑很牛批吗？电话里叫的跟只幼鸟一样，现在仗着自己人多，敢对我家老大不敬是吧？5名小弟耍起手中的家伙，吓得周慧慧等人话都不敢说了。哼，这个纨绔，你给老娘走着瞧，也就忍你这一次。嗨嗨，哎呦王少，你这是干什么？误会，都是误会吗？咱们是自己人，咱们共同要对付的是叶晨，不是吗？周慧慧自认为对我的情况掌握得很清楚，认为我也就只有5个小弟，有点小狠而已，因此还觉得一切尽在掌握之中，而我暂时也懒得计较。哦，原来是这样啊！好了，咱们现在也别浪费时间了，出发吧。曾少，你就瞧好吧，不出2分钟，叶晨家的门轻轻松松就会被打开。真要是被你们几个小卡拉米就这样给开掉，那他也不配叫天命之子了。此时，躲在监控室内的叶晨还在纳闷，这几个黑黑是谁的人啊？都被我电洗3个了，还有几个人站在那儿傻看。叶晨，你个龟儿子，你他妈有种出来啊！在家里边放阴招，算什么本事？卧槽你妈的！我叶晨跟你不共戴天，去洗都去给我洗！不错呀，绿毛龟还真是听话。这几个人嘎的，本反派非常满意。而此时，周慧慧还有他手底下的人却吓坏了，一脸的不可思议。曾少，怎么会这样？这叶晨哪里来的弩箭？你知道这个情况吗？我的人并没有向我汇报叶晨还有箭呢。可恶，我也不知道啊。周老板，要不还是算了，你带着你的人回去吧。叶晨他家太难破开了，以后再想办法。不行，绝不能就这样退缩，不然自己供养的黑宝真的会饿死的。要是再得不到食物的话，就把这群龙国猪煮了给黑宝们吃，苦了谁都不能苦了黑宝。想到这里，周慧慧重新镇定了下来。曾少，您能让1801的邻居开门吗？咱们可以从窗户去到叶晨家，打不开他家的门，破开他家窗户也是一样的。这女人真是花样作喜啊！好啊，那本反派就再让你们送喜一波好了。兄弟别怕，本少可是好人。你最近这么配合，咱们早就是自己人了。放心，我不会伤害你这个可怜的2次元宅男的。小伙听到我这话，顿时放心了不少。但下一刻，宅男小伙就不淡定了，心都要碎了。曾少，
他们拿走了我最心爱的宝贝，他们这群土匪，我恨死他们了。这里是你家啊，谁敢动你的东西，你就把谁砍死。黑狗而已，嘎了就嘎了，去吧，有本少在，你尽情的往死里砍。然而，他却懦弱的一屁股坐在地上，抱头痛哭了起来。这小伙子，哎，本少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你今天真要是敢砍，嘿嘿，本少绝对给你一个光明的未来。可惜了。哼，曾阿牛，也是时候让你知道老子的厉害了。来吧，都来送喜吧。曾少，这可怎么办？这个可恶的叶晨竟然阳台也有机关。因为你和你手底下的人都是一群哈屁啊！叶晨家要是这么轻而易举就能被破开，还能轮到你们？老子早破开进去了。他现在虽然心中愤怒万分，但也没心思发生冲突，而是去到了2名黑保镖身边，开始和2名黑保镖飙起了洋文。而此时，石强、周海磊、连宇峰和陈辉鹏一个个已经做好了屠楼的准备。走吧，若冰妹妹，该咱们俩行动了，嘎掉那2个守在单元门口的黑黑，而后立马把门关上。这一幕简直是帅炸了，给李若冰看得瞠目结舌。嘎掉了，我赵艳荣竟然嘎了个黑黑，爽！赵艳荣都有点被自己的实力惊讶到了。看来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强化，我赵艳荣已经变成了比以前强了不知道多少倍的人类，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柔柔弱弱的赵艳荣了。若冰妹妹怎么样？就问你，姐姐这一刀帅不帅？李若冰看着赵艳荣这个忠心耿耿的女反派，莫名生出几分敬佩。帅，非常帅。蓉儿姐姐，你现在是真厉害，你嘎人都不害怕吗？耶，成功射门。其实他自己也纳闷，正常情况下，嘎了人不应该都很害怕吗？可自己为什么不害怕，反而还有点激动呢？害怕？怎么可能害怕？若冰妹妹，难道你忘了这是什么时代了吗？李若冰不解地看着赵艳荣，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只感觉眼前的赵艳荣让她有点陌生。蓉儿姐姐，那现在我们向老大汇报情况吧。你来汇报吧，这点信任我还是有的。汇报完把手机给我。李若冰接过手机那一刻，内心是激动的，但也是比较纠结的。她想要给叶晨报信，但又因为最近看到叶晨那抠抠搜搜的表现，让她觉得很无语。以那人的心胸狭隘，对谁都不信任的受害者心理，说不定事后会把自己也给嘎掉。最终，李若冰还是选择了忠于曾阿牛一方。拿回手机的赵艳荣仔细地检查手机。若冰妹妹，幸亏你刚才没干别的事情，不然啊，后果可是很严重的哦。这话让李若冰内心一阵后怕。赵艳荣怎么会变得这么鸡贼？好险，真是好险啊！而此时，周慧慧也接到了手下的汇报。曾少，你的人把守在地铺门外边的2个黑保给嘎了，请给我个解释。解释？好啊，那你听好了，周老板，老子说过要给你修下水道，那就不是简简单单的修。接下来，你还有你的黑保们，今天都得洗。嘎了他，给我将这个垃圾嘎掉，绝对不要手软，快呀！我来。周老板，你不是挺狂的吗？来啊，现在你再给本少嚣张一个看看。快呀，快冲上去把他们给我弄洗。你把菊花撅起来。我家老大跟你说话你听不懂吗？非得老子动手是不是？牛老大，别打我，只要你放了我，从今以后我愿意为牛老大你效力。是的，牛老大，你这么勇猛，手底下的小弟却只有那么几个，不如让我们跟着你吧。好啊，那就先看看你们的表现吧。现在你们把周慧慧架起来，把她的衣服全部给老子撕烂。不要啊！你们竟然对我下手！我白天喊你们保镖，晚上喊你们黑保，老娘把你们供养得这么好，你们竟然敢对老娘下手！廉价的亚洲马桶，老实点。随着2人对周慧慧一顿耳光伺候，周慧慧竟变得无比服从，并且一句又一句地喊着黑保不要，黑保饶命，黑爹好厉害。她竟然还被揍出爽感来了。本来还想着捉弄一下周慧慧呢。曾少，我求求你不要伤害我的2个黑保，他们是高贵的摩尔人，你不能伤害他们。摩尔人是神马东西？老子怎么从来就不知道所谓的摩尔人高贵？这是神马物种？他说了啥？不知道啊。周慧慧见众人停下，还以为自己的话产生了震慑的效果。曾少，我的2个黑保都是血统纯正的摩尔人，他们高贵的血液绝对不可以留在龙国这片低劣的土地上，以避。一批的摩尔人高贵。老刘，强子，把这2摩尔的猪腿给卸了。好嘞，老大。好的，老大。老大，他不是说摩尔猪高贵，血不能留在咱们龙国这片低劣的土地上吗？那我就让他黑保的血
全留在他的头上，留在他身上，让他喝掉。折磨猪这方面，强子还真他妈是个人才啊！强子，你不愧是我的好兄弟，刺激，就这么整。于是周慧慧在强子等人的压制下，被迫喝了一碗高贵的摩尔血，并割了几块猪腿肉灌了下去。老刘，你把他们先带到地库，我和强子他们先去嘎了其他人。好嘞，老大。这俩孙子动作好快，绝对是通过在客厅助跑，而后冲了出去。而且刚才过去的好像是曾阿牛。可恶，真是可恶啊！没想到曾阿牛那个好东西竟然也会在1801房间内。老大，看我的，我要嘎嘎乱嘎。爽，老大，太爽了，简直爽爆了！是啊，老大，这感觉简直畅汗淋漓，尤其是嘎嘿嘿，真他妈的爽啊！很好，想不想一会儿再爽一波？想，老大，请你说清楚点，一会儿是嘎猪还是嘿嘿嘿？老大，女人就算了，只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我只爱杀戮。老大，外面的2个嘿嘿已经被我嘎了猪头，你交给我的任务我完成了。我看着赵艳荣那兴奋而激动的样子，是真心有点哭笑不得。蓉儿这女反派，她好像升级了，变得比原著更坏更狠了。很好，蓉儿你们2个表现不错，但接下来咱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老大，是什么事儿啊？需要我和若冰妹妹出手吗？我们2个可以继续给你帮忙的。接下来的事情就不需要你们2个了。蓉儿，你表现得很棒，今晚上我一定好好的奖励你。李医生，现在再来一次体力强化吧，然后你就可以和蓉儿回房间休息了。后面的事情你们2个不用管。随着治愈系的能量笼罩，几人瞬间变得精力充沛。老大，那你们接下来的行动注意安全，我和蓉儿姐姐就去休息了，等你们的好消息。等一会儿老刘吧，他很快就下来了，到时咱们再行动。老大，你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下，我去接应老刘，毕竟要往下带2个嘿嘿，还有周慧慧，这些重量加起来，即便老刘现在身强力壮，貌似也有点不方便，我上去跟老刘办人了。强子，不错呀，你和老刘这关系可以的，行，那你去吧。然而，我这话前脚刚说完，后脚刘满山竟然将3个绑在一起的人愣生生扛着出现在了众人面前。老大，任务完成了，这3个人加起来还真是蛮沉的。很好啊，老刘，这事儿你干得漂亮。接下来你就在地库这边看好这3个人，然后把昆体清理一下，让道路通畅就行了。我带着强子他们还要干点其他事情。好嘞，老大，这点小事儿就交给我吧，你们注意安全啊。接下来我要将2号楼的单元门先封锁住，然后就是解决6号楼内那些想要按照叶晨的计划干掉自己的人，这些人必须洗。这时一个陌生号码拨来电话，这个陌生号码对我来说并不陌生，之前这家伙就一直给自己打电话，连着打了好几个，接通之后听不清对面在说啥，便挂断了。果然这次接通后还是听不清说的啥，我很无语，便再次挂断了。老大，9号楼好像有动静，很怪异，就跟野兽发出来的声音似的，但仅仅就是1-2声，我那会儿处理昆体的时候听到的，这都冰寒末世了，难道9号楼那边的人还有闲心看怪兽大片吗？这话引起了我极大的注意，毕竟在原剧情当中，后续不仅是人类在发生着变异，各种动物也都有变异的，而且变异之后战斗力很猛，难不成9号楼一些人家里边的宠物有发生变异的？刘满山的话让我立马带着几个小弟去到了9号楼，在9号楼单元门口听了半天，里面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声音。老大，我刚才准备把昆体扔到这边来，确实是偶然听到了那么2声，没想到现在这么安静，好像什么声音都没有，难不成是我一个人扛昆体幻听吧？老刘啊，你该不会年纪大了，胆子也有点小吧？这9号楼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声音吗？十有八九是你幻听了。刘满山仔细的回忆了一番后，挠着头也有些不确定。老大，看样子是我幻听了。老刘，你最近一直在疯狂的工作，也确实不容易，而且很久没睡觉了，十有八九是因为你最近一直没有睡觉所造成的。今晚上我给你特批，你回去好好的休息一下，你先继续处理这边的事情，我带着强子他们回6号楼了。好的，老大，那你们注意安全。此时叶晨也开启了紧锣密鼓的安排。杨大叔，怎么样？你准备好没有？那个好东西在18楼折腾了这么久，肯定累坏了，现在打他应该是很容易得手的。叶晨兄弟，我这边自然是已经全部准备妥当了，有了你给我的连击弩，我现在非常有信心，在埋伏的情况下轻轻松松把他们一剑封喉。只是他们现在在楼道疯狂嘎人，邻居们都不敢出门探查，我需要先确定他们在哪里，才可以拿着连击弩去偷袭。叶晨在听了杨光荣的这番话后，气恼地捏了捏拳头，大脑飞速转动着。杨大叔，这样我再给你发几张照片，你转到群里，鼓励一下咱们群里边的人，告诉他们大胆一点走出房间，去探查到曾阿牛几人最新的情报。等嘎掉曾阿牛后，我直接给他1年都吃不完的丰厚物资，
我说到做到，现在我就给你拍照片，你准备往群里发吧。好嘞，叶晨兄弟，那些贪婪的家伙，相信看到你又准备了更多的物资，他们会激动喜的。结束了和叶晨的通话后，杨光荣从地上拿起叶晨送给他的连击弩，还有30多支弩箭，杨光荣简直爱不释手。这玩意儿可是好东西，真要是对准了一个人，一箭就能将对方的身体爆穿，哪怕对方的人再多，杨光荣都有绝对的信心将对方全部干掉。现在这个世道，不只是6号楼，小区内其他几个单元楼里边全都有喜人的情况，而且杨光荣也听说一些小区真的发生了猪吃猪的现象，因此当下而言，猪命真的如草芥。等嘎掉曾阿牛之后，叶晨那边又有那么多物资，以后自己的生活一定会过得很滋润的。最为重要的是，群里边有个漂亮的宝妈，一直在暗地里给他送温暖、送关怀，这是杨光荣多少年来都没有得到过的东西了，如今却能得到那个年轻漂亮宝妈的认可。没想到啊，在这冰寒时代，自己遇到了叶晨这样的贵人，真是想想就令人激动。希望这次能顺利的把曾阿牛给干掉。就在杨光荣心情很是美好的等待着叶晨发图片时，小群里面突然跟炸锅了一样。杨大叔，救救我呀！那些人来敲我家门了，非常用力的在砸，好吓人啊！你是男人，你应该保护我的。我可以确定，那些人真的在楼道里砸门，我家的门也在被用力的砸，我根本不敢去看，太可怕了。刚才杨大叔不是还说鼓励大家去查曾阿牛现在的情况吗？这都不用查啊，他不就在6楼吗？对呀，杨大叔，该你出手了。原本我们还想着配合你呢，现在看来没必要了。曾阿牛那些人都在6楼，我们就不出去了。杨光荣看着群里边一条又一条不断冒出来的消息，顿时皱起了眉头。曾阿牛那家伙打了那么多人，竟然都不累吗？他都不回家休息吗？怎么又跑到6号楼砸门了？他砸门干什么？就在杨光荣琢磨着眼下这事儿是先给群里人回消息，还是先给叶晨打电话时，李若冰竟然给杨光荣发来了一条消息。杨大叔，曾阿牛和他的4个小弟都在6楼，他们好像打完人之后想找女人修下水道，602那个小姑娘要遭殃。这可是嘎掉曾阿牛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这种情况下，他们基本上都是背对着我的，我顺着楼道上去，不就能从后面偷袭吗？有了这个想法，杨光荣立马拿起了连击弩，然而他刚开门就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跳。杨光荣吓坏了，立马端起手中的弩箭射击，当箭支距离我不足20公分的距离时，如同直射入了虚幻的扭曲空间中一般，就那样凭空消失不见了。杨大叔，你还真是一条忠心耿耿的走猪啊！为了叶晨，竟然冒着生命的危险想要嘎掉我，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么做可是会丢掉小命的？你究竟是什么情况？为什么我的弩箭根本碰不到你？因为我现在已经不是人类了。你是自己洗呢，还是我动手把你嘎掉啊？我掐着杨光荣的脖子，在地上连着摔了3下，就跟耍猴的人往地上摔猴一样。杨光荣当场嘴角就流了鲜血，但却没有洗。随后我不紧不慢地从空间中召唤出一个大号烙铁。杨大叔啊，接下来我需要你配合我做点事情，你要是愿意呢，咱们就聊一聊怎么配合。要是不愿意背叛你的主子叶晨，我会用这个烙铁在你的双腿之上烫满烙印。你要是再不配合，我就一步步向上。当然了，如果你为了叶晨连命都能豁出去，那我也会让你得偿所愿的。我除了有烙铁之外，我还有专门挖肉的叉子，我的手段可是有很多的呢，最适合你这种忠心耿耿的好人了。杨光荣听着我这话，瞳孔都在不断的收缩着。要说不怕，那是假的，但他有点不大相信曾阿牛手里边拿的这个烙铁，个头确实很大，很吓人。可现在是极寒呢，你拿个烙铁又没有火，你怎么可能烫到我呢？而且还神妖挖肉的钢叉，你手里边根本也没有啊。不过这想法刚一产生，杨光荣又有点不自信了，因为我手里边之前也没有这么大的烙铁，仅仅只是一晃神的功夫，我手里边就有了。你到底想怎么样？想让我怎么配合你？杨大叔，我这个人最喜欢识时务者为俊杰的人了，配合嘛也很简单，我需要你给叶晨打视频电话，在这个电话里呢，首先向叶晨表达你对他的忠心和问候，表示你愿意为他执行本次杀我的计划，随后你就要让我出现在镜头里面，并对叶晨进行谩骂，说他就是个蠢货，说他脑子里边装的全是水，根本就不配与我曾阿牛斗，还说你从始至终就是我的人，从始至终就将他玩弄于股掌之间。总之怎么生气怎么来，把叶晨最好给我气息，只要你乖乖的做到了这一点，我肯定不会对你动刑，甚至还会给你一定的好处。怎么样，愿意配合我吗？杨光荣听了这话，心中一阵排斥。叶晨对自己那么好，那么信任，而现在自己却要背叛叶晨，和曾阿牛联手王起了气叶晨，那自己还是人吗？呸！想让我背叛叶晨，做梦！你有种就把我嘎了！这话让我忍不住笑了，眼中满是戏谑的光芒。哦，杨大叔啊，真没想到你如此的忠贞不二，真是让我敬佩呢。那本少将好好的让你承受烙印之苦吧。随着阵阵白烟飘起，杨光荣痛苦万分的嚎叫起来。一根不过瘾，
我又挥手拿了一根。此时小弟们已经把叶晨小群里的人一个个全部带了过来。老大，这东西一定要让老刘好好研究一下，以后咱们人手一把，哈哈哈。对，老大，今天晚上咱们又能好好 happy 了。这个602的小仙女可是很会做人呢。老大，你烫的累了吧？让我来，这浓浓的烤肉味儿真他妈刺激。老大，看到那个满地挣扎的老东西，我莫名的兴奋。我看着这4个异常激动的小弟，脸上满是欣慰。不愧是我反派的小弟，大的优点没有，就是坏，就是忠心耿耿。强子，老刘那边的活应该也快干完了，你去楼道里喊一嗓子，让老刘也上来吧。好嘞，老大，老刘胆子小，万一一会儿一个人害怕，又听到什么声音，那可就搞笑了。也就一小会儿的功夫，刘满山便一路小跑的出现。现在的情况也不用我给你们多说了吧？这位杨大叔啊，我好心好意劝说他跟我配合，一起给叶晨来一场直播，报复一下叶晨。结果他倒好，对叶晨忠心不二，宁愿死都不愿意配合我。所以大家不要害怕，我刚刚惩罚他，完全是他咎由自取。但是你们嘛，如果你们也对叶晨忠心耿耿，愿意为了叶晨死都不配合我的话，那我只能遗憾的表示，同样也会让你们承受一下杨大叔所承受的烙烫之苦。众人听了我这话，一个个吓得魂儿都要飞了。再看看杨光荣现在的样子，就更为害怕了。叶晨算什么？一直在给我们画大饼，一直让我们做事情，却从来不给我们好处。现在我们又凭什么为了叶晨得罪曾阿牛？凭什么为了那种人承受曾阿牛的酷刑？不可能，想都别想。这些人被抓来，心中最恨的竟然不是曾阿牛，而是叶晨。在潜意识里，这8个邻居坚定不移地认为，要不是被叶晨忽悠，要不是胡乱的给叶晨干货，又怎么会被针对？又怎么会被抓到这里？这一切都是叶晨害的呀！于是8个人几乎是争先恐后的表忠心。曾少，我们都恨透了叶晨，您快说怎么配合？哟呵，这些邻居挺配合的嘛。很简单，只要你们说服杨大叔，让他打视频电话给叶晨，跟叶晨讲一讲他把你们害得有多惨，你们有多恨他，并表示他已经背叛了叶晨，现在是我的人了。这事儿真的很简单，只可惜啊，杨大叔一点都不配合我，还宁死不屈，为了那个叶晨竟然要跟我作对到底，这让我真的很难办。杨大叔不同意，这个直播计划就开启不了，所以啊，接下来我也只能把你们都给打了。这话把8个邻居吓坏了，一个个脸色更加刷白，齐刷刷的看向了杨光荣。杨大叔，我们有今天这个下场都是你害的呀，你为什么不配合曾少？你不配合曾少，曾少就会赶我们啊！像你这种蓝人有什么用？杨大叔，今天你必须配合曾少给叶晨打视频电话，否则我们这些人也都要洗啊！你真的忍心看我们洗吗？面对众人的你一言我一语，杨光荣整个人痛苦极了。他是做梦也想不到，曾阿牛这个恶霸不仅手段残暴，竟然连脑子也这么的好用，且坏到了骨子里。用惩罚的方式奈何不了自己，竟然把这些邻居们拿来当活靶子威胁自己。可恶啊！我要是坚决不配合，就会把现场这些人的性命都害死。他们死后恨的就是我杨光荣，会认为是我把他们都害死的。可是我又为了保护他们背叛了叶晨，那我还是人吗？就在杨光荣犹豫不决的时候，我有点不耐烦了。强子，来，给我砍一个，也让他看看我是不是在跟他们闹着玩。好嘞，老大。话音落下，石强顺手从裤腿上拔出一柄家伙，噗哧一声就捅进了一名男子的肚子，紧接着又是连续噗呲噗呲，嗷嗷一次乱捅。看着眼前这一幕，其余的7个人是真慌了，他们当场扑通扑通跪在地上，朝着杨光荣拼命的求救。这一刻，杨光荣是彻底要崩溃掉了，一面是他没办法背叛的恩人叶晨，一面是这些当初相信他的无辜邻居。如果这些人写了，确确实实也是因为自己而死的，这怎么办？左右为难之际，杨光荣崩溃的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嚎叫。曾阿牛，你真的太狠了，你的心真是比毒蛇还要狠，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恶毒的人，你嘎了我吧，只求你放过他们，只要放过他们，你把我嘎了都行，我求你放过他们吧，成吗？我看到杨光荣这副崩溃的样子，忍不住笑了，笑得儒雅而温和。这个对叶晨忠心耿耿的非常讲义气的男人，他已经动摇了，只是还需要最后小小的推一把。唉，又是要狠狠扩大空间的一晚，咱反派的生活就是这么的作恶多，朴实无华，好事儿天天有，天天都不同。你觉得可能吗？来，强子，给大家开开眼界，来个一刀斩。好嘞，老大，一刀斩，我最拿手了，都给老子看好了，这一斩下去，西瓜搬家。住手！我配合。曾阿牛，你赢了，我配合还不行吗？我听到这个满意的答案，挥了挥手。小子，幸亏杨大叔心疼你，不然啊，老子一斩绝对让你西瓜搬家，落在地上滚3圈。哈哈，杨大叔，早这样多好。放心，事成之后，我一定会把在场的人都放掉。杨光荣眼角流着憋屈的泪水，虽然极度的不情愿，却也没办法再说什么。既然杨大叔这么诚心诚意的配合，想来一场7叶城的表演，那你们也得给我听仔细了。接下来，我们所有人都要打好这场配合。首先，我们要
这样，然后再这样，你们都听明白了吗？安全屋内，叶晨看着原本热闹的群安静了下来，给杨光荣发消息也没有回复，这让他隐隐感到不安。突然，杨光荣打来了视频电话，这让叶晨不禁眉头一喜。好啊，看来杨大叔已经成功了。杨大叔给我打这个视频，绝对是为了跟我证实他此时的成果。有此想法，叶晨嘴角顿时扬起了邪魅的笑。叶晨兄弟，我有件好事情要告诉你啊，你现在方便听吗？叶晨开心坏了，看样子是真的被自己预料到了。杨大叔，你说的这件好事我已经料到了，曾阿牛那个好东西还有他手底下的小弟都被你用连击弩给打掉了，对吗？叶晨心情很不错，随手召唤一个大鸡腿悠哉悠哉的啃着。然而叶晨兄弟，你猜错了，要不你再想想看还有没有其他的事情，只要你猜对了，这绝对是个惊喜啊。杨大叔，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爱开玩笑了？到底是什么事儿啊？我懒得猜了，你直接说吧。杨光荣看着镜头里叶晨的神色，心中满是愧疚，但开弓没有回头箭，他只得按照曾阿牛的意思继续演下去。叶晨兄弟，你想直接知道是什么事情啊？好办，你求我呀，你求我，我就告诉你。杨大叔，你在说什么？求你，让我求你。对呀，你不求我，我凭什么告诉你啊？你算个什么东西？叶晨的脸色越来越冷，喜喜地瞪着杨光荣。哎，叶晨兄弟，算了，看在你对我也算有恩的份上，不求就不求吧，我直接说好了。其实我要告诉你的事情就是，你是只傻逼。杨光荣这话一说出来，叶晨的脸色瞬间骤变，满脸的不可思议，他甚至都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杨大叔，你说什么？你竟然骂我？你那边到底怎么了？你跟我说实话。叶晨，你听不懂话吗？我在说你是只傻逼，就凭你也想跟曾少作对？我实话告诉你吧，我一直都是曾少的人，你所有的一切全都在曾少的预料之中呢。你被我们蒙在鼓里，却什么都不知道。你说你不是傻逼，谁是傻逼啊？这番话说完后，杨光荣当场哈哈大笑，虽然笑得很勉强，很无奈，但他也没有办法。叶晨却彻底炸了，整个人变得怒不可遏，仿佛随时都要爆发。就在这时，曾阿牛出现在了镜头里面。你好啊，绿毛龟，我们又见面了。上次我手底下的几个小弟跟你女神做运动，你应该不会生气吧？现在你花尽心思培养的杨大叔也背叛了你，你有没有想过，其实你本身就是一只傻逼呢？随后，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对着叶晨一顿疯狂输出，骂的那叫一个畅汗淋漓，叶晨都要气炸了，拳头捏得咔咔咔咔作响。而此时，我却是再次感受到异空间又大了。果然，叶晨对自己每一次怨念加深，异空间就会成功的变大。就在我试图探查明白这一次空间变大多少时，空间内突兀的出现了一长排货架，这是苹果。已经好久没有吃到水果了，看样子自己这个天命反派不仅可以剥夺天命之子的异能空间，甚至还能把天命之子异空间中的物品也一并剥夺过来。只不过这个剥夺的过程是随机的，而且只要不断的剥夺对方的空间，那这些物品也会被顺带的不断剥夺过来。想明白这一点后，我立马兴奋的给在场众人加油，快点给我狠狠的气，给我狠狠的骂，只要让叶晨恨我就行了，最好把叶晨给我气死，都加油啊！随后这些个怕喜的邻居们顿时拿出了12分的力气，输出的更猛烈了。叶晨听着这完全就是泼妇骂街的一堆人在骂自己，终于忍不住了也开喷了，顿时诸葛舌战群雄的场面再一次上演。然而就在叶晨骂得痛快之时，镜头里的杨光荣被一脚踹在地上，然后4个小弟开始用家伙在镜头里招呼着杨光荣。叶晨，你这小弟杨光荣真他妈是个没骨头的垃圾啊，我让他干什么他竟然真的就干什么了。不过老子现在打不到你，老子就打你的小弟，老子让你知道我曾阿牛的厉害，也让你明白哪怕你的小弟背叛了你，对我再怎么顺从，老子依旧要打他，老子打在他身上就等于打在你身上了。叶晨，我杨光荣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呀，叶晨兄弟，我让你失望了，你千万不要上他们的当，千万不要出安全屋，我就算是被他们打死也无所谓。叶晨看着这一幕，那种熟悉的感觉又来了，他有想要冲出去的冲动，但是警惕的心理让他不敢迈出这一步。这个王八蛋挖空心思就是想骗自己从安全屋出去埋伏自己，他想抢自己的物资，呵呵，没门，做梦去吧。我叶晨的物资你休想得到，就是一颗苹果，我哪怕扔掉喂狗也不会给你。于是面对曾阿牛等人的表演，叶晨最终又狠狠地骂了几句，便挂断了电话。他不会再像上次一样看到最后了，他已经受够了。怎料让叶晨没想到的是，还没过5分钟，自己的房门就被敲响了，并且敲得非常用力。叶晨，救救我，救救我呀，求你开门让我进去吧。叶晨，救救我，救救我呀，求你开门让我进去吧。哼，我叶晨恨不得嘎了他，他竟然还敢来敲我的门。
真把我叶晨当傻子耍了，可笑，真是可笑至极。过了一会，又陆续来了几个令他无比讨厌的邻居，其中一个还拿着家伙一边砸门一边谩骂，问叶晨讨要物资。可恶，既然如此，你们都去洗吧。于是叶晨立马将启动了屋外的射击装置，将外面的邻居一一射嘎。眨眼的功夫，嘎的就只剩下了杨光荣一个人。一时间，杨光荣愣在原地，也不再敲门，默默地往后退。只可惜叶晨还是没有放过他。冰冰对他进行治愈，但要轻微性治愈，让他既能勉强保住生命，又让他不断气。此人是拥有激发异能潜力的人，我想看看他到底能不能激发出异能。好的，老大。说完，他五指伸开，无形的能量顿时将杨光荣包裹，治愈系的能量不断在杨光荣身上蔓延。老大，这个杨光荣真的能觉醒异能吗？这家伙看起来也不像是觉醒异能的料啊，根本就不堪一击。是啊，老大，不如就把他扔在这别管了，能觉醒异能最好，觉醒不了，这人也没什么价值。而此时我却并没有回话，因为我发现不断扩大的异空间内又多了一排货架，这一次的货架上面放了足足100多篮子牛奶，一个篮筐里面差不多放着20箱子牛奶，足足有2000箱。太好了，有了这些牛奶给李若冰补充蛋白质，小弟们强化的速度就能更快了。于是我立马拿出1箱牛奶交给了李若冰。李若冰看着这1箱子牛奶，眼睛都不由亮了几分，立马揽入怀中，咕噜咕噜的喝了起来。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又收到了一个陌生来电，这特马到底是谁啊？有毛病吧？打通了信号不好，还拼命的给老子打电话。于是我选择立马将这个电话挂断，却不料前脚挂断，后脚那个电话又拨了过来，再次挂断，对方再次拨来，最后一次这沙阿比还是不说话，就拉黑了。接听后，对方的信号还是不好，但这次断断续续间，我听到了几个字：大堂哥王子通。阿牛，我是你大堂哥王子通，救我，救我啊！只可惜对方的通话很简短，连续的说了这些话之后，通话就中断了。王子通好像确实是自己的大堂哥呢。在原著中，叶晨在把整个小区摆平了之后，拍拍屁股连安全屋都不要了，直接去攻打了大堂哥的那个末日堡垒。而大堂哥那个怂货蠢的一批，被叶晨3下5除2就给解决了。可是按照原剧情来说，大堂哥此时不应该正在他那个生命堡垒中作威作福的，享受着人间天堂般的快乐吗？怎么会向自己求救呢？这是什么情况？老大，杨光荣的身体出现变异的现象了，他的伤势竟然在鬼神莫测的自动愈合，他好像有无限自我愈合的能力。听了李若冰这话，我立马去查看杨光荣的身体。太好了，只要他醒来，就代表着他的异能已经彻底觉醒，到时候再一斩把他嘎了，吸收他的能量。嘿嘿，异人在洗了之后，身体会散发出一种天然的能量，而这种能量只要是异人就能感知出来。把这种能量剥夺了之后，可以大幅度补充和提升异能。接下来你们看好他，等他彻底醒来后，我再来把他嘎了。老大，为什么要等他醒来再嘎呀？不如现在嘎了吧。是啊，老大，这家伙对叶晨忠心耿耿，以后跟咱们混的概率不大，还是直接嘎了吧。你们懂什么？必须得等他彻底醒来再嘎掉他才行，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好了，都去干活吧。就在这时，9号楼方向突然传来一声嘶鸣，那声音非常刺耳，且极为清晰，一听就不是正常人类所能发出来的声音，很是怪异。是这个声音，上次我听到的就是这个声音，是9号楼，绝对是9号楼。看来9号楼那边是真的出现了变异生物，一起过去看看。随后一行8人来到9号楼1单元的铁门后，侧耳听了半天，并没有听到声音。于是我又敲了敲门，结果里面反而更加的安静了，一丝一毫的声响都没有发出。这个怪物可能胆子并没有那么大，刚才之所以嚎叫，十有八九是因为兴奋或者是某种因素的刺激才导致他嚎叫的。具体是什么，我现在也是真的猜测不到，只能大概确定这个变异的家伙胆子很小，比较害怕动静。快去把电焊机拿来，对这里的铁门加固一下，每个铁门都焊接上至少3根钢管或者钢棍之类的东西。好嘞，老大，我这就回去拿电焊机。我们去找钢棍和钢板，去找一切能把这个门加固的东西。接下来一行人便快速的行动了起来。在将3个单元门进行焊接的过程中，我又有了一个新的想法。对于一个变异了的末世怪物来说，破开加固后的铁门也不是没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得搞清楚这家伙是个什么动物。老刘，你之前拆的那些汽车里边有没有行车记录仪啊？给我弄3个行车记录仪过来，分别对准这3个单元门，接上电瓶，起码能工作个2-3天的那种。老大，还真有，我之前拆了好几辆车子，里面都有行车记录仪的，我这就去找。不一会儿的功夫，刘满山便找来了3个满电的行车记录仪，放在了3个单元门正对面车子的顶上。我原本计划着要将阳光荣吊在地库里面，并且也要在地库里面惩罚周慧慧和2个黑黑，现在看来得改变计划了。于是我让小弟们将阳光荣、周慧慧和2个黑黑一并带回到了刘满山1楼的房间。老刘，将咱们的单元门从里面用钢棍都固定好，万一那个怪兽是个狡诈聪明的家伙，起码他破门的动静声会很大，到时咱们也能及时的做出反应。现在
我已经没有了想要狠狠地报复周慧慧这个媚黑婊和两个黑黑的心思，只想让杨光荣快点觉醒，看看夺取了对方的异能之后，自己会得到怎样的强化。而眼下，外面的雪地还没有彻底冻硬，现在就出去，自然不太现实。兄弟们，为了应对接下来复杂的情况，周慧慧和这两个黑黑，明天咱们再好好的伺候他们。今晚上的计划是这样的，老刘、强子，你们两个轮流看守杨光荣，雷子、小鹏、阿峰，你们三个继续拆家，往楼上背木材。明天早晨我要继续放一场大火。说完这番话后，我随手召唤出了一箱子红彤彤的鲜嫩苹果犒劳小弟们。老大，你也太神了吧！苹果竟然是新鲜的苹果！天哪，老大，你这又是哪里搞来的？老大威武，老大牛批，我愿意为老大生，为老大喜，为老大做任何事啊！这苹果好香啊，好好吃啊！这一箱苹果都是你们的，慢慢吃，我先上楼了，有情况立刻通知我。一旁的李若冰和赵艳荣看着那一箱子苹果，他们也想吃，只可惜老大没发话给他们俩吃，他们俩只能眼巴巴的看着，最后只能恋恋不舍的跟着老大离开。刘大爷，人家好爱你呀，你可不可以给人家吃个苹果？你只要给人家吃个苹果，人家晚上喊你爸爸。刘大爷，你给我也吃半个苹果吧，我也喊你爸爸，喊什么都行，人家求求你了，好不好吗？刘大爷。好好，我老刘喜欢你们这么喊。老刘啊，老刘，你真是可怜了苹果，舒服了老牛。你们懂什么？咱老刘无儿无女，现在好不容易有人愿意喊咱爸爸，那必须得让他们喊得更卖力一点才行啊！没一会，石强四人吃苹果都吃饱了。我和老刘接下来要看着杨光荣、阿峰、小鹏、雷子，你们三个还不快去拆家背木材？吃饱喝足，先办点事情再去干活也不晚嘛。反正一晚上呢，也不差这一时半会的。没错没错，老刘、强子，你们就不想玩那个媚黑婊吗？他可是很瞧不起咱们龙国男人啊。老大嫌他恶心，嫌黑黑玩过的东西肮脏无比，根本不想碰，但咱们不挑啊。石强和刘满山听了这话，目光看向了被丢在一旁的周慧慧。要说没点想法吧，那肯定是不可能的。这样吧，我给老大打个电话问一问，反正不管什么事情都要向老大汇报，得到老大的肯定才可以。对，先向老大汇报，得到老大的肯定，咱们也才玩得安心。于是石强立马就给曾阿牛拨去了电话。爷爷，您孙子给您来电话了。那个老大呀，兄弟们最近口味有点腻歪了，今晚上想狠狠地报复一下那个媚黑婊，让他知道龙国男人的厉害。老大，你看可以吗？此时我正悠闲自在地躺在卫生间的浴缸里面，感受着4只小手在身上游动。那种肮脏的媚黑婊，我还以为你们5个非常嫌弃呢，毕竟当初你们的标准不是这样的。算了，生逢末世也真是可怜的兄弟们，只要你们觉得够 happy 那就可以。对了， happy 的时候别忘了那两个黑黑。这个媚黑婊，她不是只喜欢她的黑宝吗？不是只愿意和她的黑宝玩吗？那你们就狠狠地惩罚她吧，让她崩溃掉。要是你们愿意的话，也可以把那两个黑黑腿上边的肉挖一些，让她吃掉，让这个媚黑婊彻底崩溃。不是让你们2个轮流看守吗？怎么俩人还一起看着呢？原本是打算轮流看守的，但是一个人看着实在没意思。我和强子一合计，便俩人一起看着了，一边看着一边聊天，时间也能过得更快一些。随后我上前查看了一下杨光荣的身体，能够明显感觉到此时的杨光荣身上一股澎湃的能量正在苏醒，不愧是人形泰坦级别的艺人，这变异起来还真是够可怕的。为了测验一下杨光荣变异后的身体状况是否和正常人一样，我从空间中召唤出一把小刀，刀子入肉，我开始慢慢切割。在滑动小刀的过程中，我能明显感觉到杨光荣身上的肌肉拥有着很饱满密实的那种感觉，比切割普通肌肉要费劲多了。这种肌肉如果爆发出力量，那绝对会很强。既然杨光荣还在昏迷状态中，我也就不再继续关注他。来到9号楼门前，2单元的铁门已经完全扭曲变形，但还正常立着。我顿时意识到了不对劲，那个怪兽10有8九在晚上的时候是从这个单元门冲出来了，整个铁门被撞得变形，从门框内掉落，现在却又被勉勉强强的安了回去，这肯定不是什么巧合。于是我立马让刘满山将行车记录仪取走。通过行车记录仪上面拍摄到的情况来看，昨天晚上凌晨3点左右的时候，9号楼2单元的门遭受到了猛烈的撞击，连续10次撞完之后，9号楼2单元的这道铁门轰然倒了下去，然后一只足足2米多高的怪物出现在了镜头内。这个怪物似乎智慧很高，并没有立马冲出来，而是小心翼翼的在门内探出一点脑袋，左右观察。这个观察的过程竟然长达半个小时。确定四周无人后，他将堆积在9号楼旁边的一具又一具困体搬回到了9号楼2单元里面，随后还将那道冲开的铁门关上了。整个过程，这个怪物都极其的小心。这玩意大半夜偷个昆体都这般小心翼翼的，貌似有点不好对付啊。老大，这家伙是什么东西啊？身形这么高大，足足2米多呢，真是有点可怕。对，老大，这玩意儿看起来好强，
你说这玩意儿会不会攻击咱们？我目不转睛的反复回看着监控记录仪的录像，只可惜反反复复看来看去，也无法确定这个怪物究竟是什么东西。结合着原剧情中一系列的变异生物，思索了半天，最后得出了结论：这个怪物应该不是简简单单的动物变异，而是人类和蛇类结合之后发生了一种变异。基于这一点猜想，我突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这个怪物会不会就是当时中了蛇毒逃回到9号楼的赵猛呢？当时赵猛本来应该死的，可是他在临死前触发了变异的一些机缘，然后他体内的蛇毒和他本体进行了完美结合，最终就把他变成了这个鬼样子。有此想法，我觉得这个可能性非常大。在这冰寒末世之中，各种稀奇古怪的变异都有可能发生，只不过按照原剧情来说，赵猛是不具备变异的。但接下来可以肯定的是，对于这个怪物必须得好好的防备一下了。现在也别管这是什么怪物了，你们两个立刻去将咱们6号楼的门再进行一遍加固，到时候就算那怪物真的来找咱们麻烦，咱们也好做好提前的应对。刘满山和石强没有犹豫，立马急急忙忙的离开了屋子。两人走后，我默默的思索了起来，接下来该怎么办？要如何应对这只怪物？这家伙无疑已经成为了我现在心目中的头号大敌，不把这怪物的事情处理好，我的内心就极不平静，也无法平静。毕竟一个搞不好，这玩意儿真能要人命啊！就算自己有异能在身，到时候能跟这怪物搏斗一番，可是小弟们万一被嘎怎么办？5个小弟虽然没什么太大的优点，可贵在忠心耿耿，再加上不断的肉身强化后，如今已经是自己十分重要的爪牙了。就在我思索着这方面的事情之时，身边突然传来了轻微的咳嗽声。杨大叔，你怎么样？身体好点了没有？杨光荣看着我，眼神逐渐充满了浓浓的恨意。曾阿牛，你个恶棍，你害死了所有的邻居，你不得好喜，你一定不得好喜。这个家伙果然是不可能顺从自己了，刚一醒来就对自己充满了恨意。可是真正嘎掉他的叶晨，他竟然只口不提，甚至也不说恨叶晨。那些邻居明明都是叶晨用弩箭给嘎的，然而杨光荣却说是我害死了所有的邻居，这真是被主角的降智光环影响的有点严重啊！想要将这种人收归麾下，我觉得希望真的太渺茫了。就算现在杨光荣决定跟着自己混了，可是一旦遇到叶晨，只需叶晨3言2语，杨光荣必然又会对叶晨忠心耿耿。于是我从空间中召唤出一把厚重而又狭长的长刀。不能被自己这个反派所用，那他的命运就只能是洗了。他不洗，我不放心啊！伴随着一声轻微的闷响，杨光荣的西瓜当场搬家。我没有停下动作，立马将手放到杨光荣丹田的位置，一股神奇的能量波动不受控制的开始外移，前后也就不到5分钟的样子，这磅礴的能量就全部被我吸收。就在我心中欣喜无比之时，李若冰和赵艳荣结伴走了进来。当看到西瓜落地的画面，二女皆是一愣。老大，你怎么了？没发生意外吧？是不是这个老东西想伤害你啊？没事，杨光荣已经没有任何的利用价值，现在该做真正的事情了。我要嘎叶晨。这话让赵艳荣和李若冰很是惊讶。不等两人询问，石强等人结伴走了进来。老大，怎么回事？你怎么把这老家伙给嘎了？是啊，老大，之前你还让我们守着的来着。走吧，一起让你们见证一场真正的视觉盛宴。我今天要将叶晨家的安全屋变成一个火红的烤炉，而叶晨就是那炉中烤鸭，也是时候让他死翘翘了。我传输到全球冰封，女主，我的掠夺主角空间异能，并融了他的安全屋。老大，那个安全屋就在我们头顶上面，但安全屋的钢板还隔着上面厚厚的一层楼板。我们先将这个楼板弄个窟窿眼出来，你才能用手摸到那个钢板。想要把楼板凿出一个窟窿眼，这可是辛苦活，你们就算是借助工具，也得足足凿个10-20分钟。还是让我来吧。说完，我飞身一跃，而后用手放在楼顶，炽热的高温对楼顶的局部位置开始加热。眨眼的功夫，房顶就开始冒烟。伴随着一声声巨响，被我加热的那处区域砸出一个大大的凹坑，水泥沫子横飞。老大真是生猛啊！前后也就不到2分钟的时间，我的头顶便出现了一个巴掌大的窟窿眼，而窟窿眼最深处的位置就是安全屋那厚重的钢板。这个程度的钢材，金属气息极其浓郁，真是令人眼馋。安全屋内，叶晨正搂着娃娃舒舒服服的睡觉，听到有人在自己楼下哐哐哐的砸地，这让叶晨一阵烦躁。曾阿牛那个狗东西可真是个小人啊！昨天被老子一顿暴嘎，却拿老子一点办法没有，现在竟然一大早的跑来砸地板。这种小人也就这么点本事了。心里这么一想，叶晨嘴角的不屑更甚。就在这时，叶晨家里的警戒鸣笛声突兀的响起，电视机屏幕、电脑屏幕、手机屏幕全部都出现了一个红色三角形加感叹号。怎么回事？他又成功破坏我的安全屋了！可恶啊！这到底是什么手段啊？叶晨气急败坏的冲到了电脑前面，将警戒的提示框关掉，查看原因。此时，电脑上面的图案中显示，安全屋的底部出现了高温，那个红色的区域正在快速扩散。安全屋底部出现高温，什么情况？难不成曾阿牛那孙子在17楼放火了？不过你就算放火也没有用，老子的安全屋根本就不怕火焰。就在叶晨准备从空间中召唤一瓶红酒来压压惊的时候，电脑冒烟了，脚底下的地板也开始冒烟，整个屋子都爆发出了极高的热量。怎么回事？我的安全屋着火了？怎么可能？我的安全屋怎么可能着火？这可是最坚固的堡垒啊，炮弹都炸不开的，怎么可能？怎么会这样？
下一刻，屋里的地板到处都升腾着小火苗，而且整个屋内的温度快速飙升，把叶晨炙烤的一阵头晕目眩。情急之下，叶晨也来不及想那么多，他立马从异空间之内召唤出大量的水泼洒在地上。只可惜，水泼洒在地上，并没有把火扑灭，反而发出阵阵呲啦呲啦的白气，就仿佛此时脚底下的地板都已经被烧红了一样。完了，自己的安全屋要炸了！情急之下，叶晨一边剧烈而痛苦的咳嗽，一边爬进了逃生舱，并启动了逃生舱的逃生按钮。随着圆球形的逃生舱玻璃门关上，里面的烟雾瞬间排到了外面。直到这时，叶晨才能正常的呼吸。外面的安全屋到处都是疯狂升腾的火焰，而烟雾一时间又没办法排出去，以至于整个屋子里边一团糟。不可能，这不可能啊！我的安全屋怎么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这未免也太不可思议了吧？难不成曾阿牛那个狗东西把高压电接在了我家安全屋的地板上面？可是这也不对呀！我的安全屋是拥有最强避雷效果的，就算是高压电上来，也不会直接传导到整个安全屋吧？在叶晨心中万分不解的时候，逃生舱已经自动开始了逃逸功能，头部上方被强行打开了一道口子，而随着那道口子正式开启，叶晨发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在开启逃生舱口子之后，叶晨发现厚重的安全屋的钢铁正在一点一点变化。该不会逃生舱也出故障了吧？就在叶晨焦急的心都快要蹦出来的时候，逃生窗飞起来了。不过本来能弹射100多米的逃生舱，这一刻却只弹射出6米多高，圆圆的玻璃球掉在楼顶上。叶晨一阵心慌，可恶，我的逃生舱竟然没让我逃生，掉在了楼顶上面，怎么办？接下来该怎么办？慌乱之际，叶晨开启了陆地逃生按钮。随着这个按钮按下来，圆球快速的在楼顶上滚动着，想借助冲刺启动滑翔伞。只可惜18楼的这个距离压根不可能让他有打开滑翔伞的机会。还没等开伞，玻璃球就掉落在了楼下的雪地里面。完了，这下自己是真完了。叶晨目前的处境非常尴尬，此时的雪已经冻得比较硬，从18楼掉下来，只砸一个1米深的大坑，而逃生球在大坑里没有着力点，只能一直旋转，把叶晨都能转得头晕眼花。于是叶晨什么也做不了，只能默默地看着头顶上方，琢磨着接下来到底该如何把这个逃生舱给破开。另一边，我将整个安全屋烧红之后，立马吸收起了浓郁的金属气息。这海量的金属气息让我爽得都快要飞起来了，简直太舒爽了！而且在吸收这个金属气息的过程中，我能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异空间正在急剧膨胀，并且各种各样的物资也开始在异空间之内冒出来。叶晨这货是嘎了吗？否则怎么空间涨了这么多，又多了那么多物资？差不多吸收了足足20分钟，我才彻彻底底的将整个安全屋的金属气息吸收完。随后我带着小弟们进到叶晨安全屋内，10强5人四处寻找着叶晨的坤骨，哪怕是骨灰。只是找了一圈后，我发现除了餐桌位置有一点的骨灰之外，其他位置并没有骨灰，这不合理啊！如果叶晨被烧死了，烧成了灰烬，那骨灰不可能就那么一丁点，那个位置的一丁点骨灰十有八九是叶晨之前啃完了的骨头所留下来的。那叶晨呢？这个家伙会不会跑了？又经过一番仔细的搜寻后，我整个人都不淡定，他妈的大意了呀！这个安全屋在原剧情中后续介绍的就不太多了，原剧情中也没有说过安全屋还有逃生的备用选项，现在看来这个绝对是有的。一时间我那个心情真叫一个大无语。为了确定自己的判断，我又感受了一下异空间，虽然异空间里边已经剥夺来了许许多多的各类食物，甚至还有日用百货，可是异空间的大小还远远不够，因为此时的异空间我还是能感受到边界的，而叶晨的是无边无际的。走，我们去楼顶。逃生舱不可能从底部逃跑，从侧面逃跑的可能性也不大，但是从顶部突然开个口子进行逃跑的可能性是极大的。于是我便带着小弟们来到了楼顶上面，果然在楼顶上面我看到了有圆球形的东西碾压过的痕迹。可恶，本反派大意了，叶晨这个家伙竟然还有逃生舱，从这个轨迹上看应该是掉到了楼下面。于是我便带着小弟们顺着这个轨迹朝楼下看去。此时待在救生舱里的叶晨顺着头顶上被雪覆盖的细小孔隙，他看到了楼顶上四处张望的几人。不得不说，天命之子有时候的运气就是这么爆棚。这个逃生舱掉下去的深度刚刚好，而曾阿牛等人上楼的时间也就延误了那么几分钟而已，雪就完美的将逃生舱掉下去的那个位置给抚平了。曾阿牛，你个狗东西，你竟然毁掉了我的安全屋！我叶晨跟你不共戴天，等着，你给我等着！我叶晨这辈子不嘎你，我誓不为人！就在叶晨准备召唤一件羽绒服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不对劲，太不对劲了！自己空间里边的东西怎么不见了那么多？之前好几排的各式羽绒服，现在一件都没了，这是什么情况？没有了羽绒服，叶晨更不敢出去。气急败坏的他正想要炫点食物压压惊，不料这一长排的食物就在叶晨要取那一瞬间突然消失不见了。而此时我已经回到了1001房间，感受着体内那磅礴的金属气息以及还在不断扩大的异空间，还有正在增多的物资，我的心情还算不错。甭管怎么说，这一次的行动所取得的收获是前所未有的，之前那么多次找叶晨的麻烦都没有这一次来的收获丰富。相对于我还算不错的心情，小弟们可就开心不起来了。老大，叶晨这孙子真是鸡贼啊，竟然让他给逃了，这可怎么办？咱们要不要去外面找找看？现在雪已经没那么大了，不如咱们试着去外面吧。对，老大，外面就算还在下着雪，你之前不是说了吗？很快就能出去了，这也就提前个2-3天。小弟们你一言我一语，一个个比我都要恨叶晨，仿佛不找到叶晨把其弄死，对小弟们而言是一件极其痛苦且不能接受的事情。既然小弟们如此忠心耿耿，一定要干掉叶晨，那自己这个当老大的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好，不愧是我的好兄弟，必须找，就算是挖地3尺也要找到叶晨。走，出去找叶晨。不过现在外面的温度可是非常低的，让我给你们传递足够的热量吧。同时
也要尝试给你们另外一种能量。如果成功的话，你们也将拥有像我一样拥有金刚不坏的身体。老大，你太够意思了吧！我亲爱的老大，允许我喊你一声义父。小弟们一个个激动的热泪盈眶，都快哭出来了。我也不含糊，立马张开五指施展异能，无形的热量瞬间就将5个人笼罩了起来。一时之间，10强5人热的都开始流汗了，真爽啊，简直爽歪歪！随着热量将他们覆盖完一遍后，我紧接着便将无形的金属气息传入他们的体内。本就已经很是舒爽无比的10强5人，现在又被金属气息笼罩，那种全身上下都变得坚硬无比的感觉，就像披了一层无形铠甲一般，这让5个人眼睛都在不断的发亮。哼，哼，哈哈哈哈哈哈！老大，你感动死我了，我简直爱死老大了。一旁看着这一切的赵艳荣和李若冰心中也是颇为震撼，这家伙的能力真是恐怖啊！只是为什么不送自己一点呢？难道自己在他心目当中还不够好，还不够忠心吗？自己可是每天白天表现，晚上也表现，尤其自己在晚上表现的时候，还可以偷偷的使用超能力，让他变得更高兴、更舒爽，让他无限的迷恋自己。但即便如此，我在他心目中还是比不了那5个小弟吗？好不甘心啊！对于李若冰患得患失，赵艳荣就单纯多了。老大好帅，老大好棒啊，简直太完美了！这样的老大，人家好喜欢。此时5个小弟就跟搞破坏的哈士奇一样，各种兴奋的在屋里边又是用头撞墙，又是撞门，又是撞地板，甚至10强还想测一测自己现在有没有铁弹弓，主动去找林文雅和穆雨晴给他测试。这一系列迷之操作给我都看傻眼了。自己这5个小弟要说忠心那是真忠心，要说奇葩也是真奇葩，也就刘满山在这方面还算个正常人。这时我将视线转移到了赵艳荣和李若冰身上，这两女现在对我也算是忠心耿耿，就是李若冰我终究还有点不大放心。蓉儿、冰冰，你们2个对我也算忠心耿耿，接下来我也给你们一点热量，一起出去搜寻叶晨吧。老大，甭管叶晨逃到了哪里，我一定嘎了他。老大，我会和蓉儿姐姐一起，尽可能的把叶晨找到的，绝对不让你失望。话音落下，一股磅礴的热量已经将他包围。另一边，赵艳荣也同样感受到了热量的包裹。可是，伴随有热量包裹的同时，赵艳荣还感受到了奇异的金属气息。一时间，赵艳荣眼睛都睁大了，不可思议的看着我。主人不是说给传递热量吗？怎么连金属气息都给自己传递过来了？难不成主人是只想把这金属气息给我，而不想给李若冰，才故意说只传递热量的？联想到这样一种可能，赵艳荣心里高兴坏了。以后自己一定要更加努力的表现，一定要想方设法变成老大更喜欢的小狐狸。怎料赵艳荣前脚刚高兴完，后脚那些传递到他体内的金属气息竟莫名其妙的又被抽走了。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啊？此刻我心中却开心坏了。之前我还担心把金属气息给了这2个女人后，会导致她们浑身上下刀枪不入。白天这样我还无所谓，要是晚上也这样，我能崩溃掉。既然可以随时抽走，没了顾虑的我给2女都传输了金属能量。好了，现在一切准备就绪，跟我出发吧。路过601，喜欢拆家的周海磊踢开门瞅了一眼。兄弟们，这不是那胖女人的儿子吗？怎么双腿和双脚不见了？原剧情中，这女人早就已经吃得干干净净了，难不成是因为自己破坏了剧情，所以她还没有把她儿子彻底吃光？行了，这事儿别好奇，不过是被胖女人给炖的吃肉了，不然那胖女人怎么可能活到现在？走吧，找叶晨要紧。呼吸着外面那干冷的空气，感受着苍茫大地，10强几人一个个激动坏了。老大，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这种在外面行走的感觉了，真是爽。老大，那咱们现在就分头行动吧。好，现在先将咱们小区细致的搜一遍，以6号楼为中心，逐步的对外扩散。搜寻的时候要细致认真，有任何可疑的行迹，一定要用长矛捅下去，好好的捅一捅，坚决不能放过一处地方。随着我一声令下，小弟们纷纷开启了本次行动，我则带着赵艳荣和李若冰，同样去向了另外一处地方开启搜寻。找着找着，李若冰一脚踩在了一个玻璃球上，由于太滑，她当场摔了个倒栽葱，好巧不巧，正好摔在了叶晨逃生舱上方。李若冰看着眼前的一幕，他惊呆了，找到了，叶晨竟然被我找到了。随后他对着远处的曾阿牛一个劲疯狂挥手，我看到李若冰这突然的架势，立马明白了过来，于是当场朝周围的几人打招呼。可恶，这群人怎么会突然的出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什么情况？为什么枪对他没用？绿毛龟，你手中那枪对你来说没用，乖，把它给我，我给你个活命的机会。哼，绿毛龟，我老大说话你没听到吗？敢对我家老大不敬，去死！绿毛龟，老子给你机会，是你自己不把握的。嘎掉叶晨之后，我发现自己的空间并没有涨，物资也没有增多，还不如之前弃叶晨来的效果快，这让我很是疑惑。忽然，一股神秘的力量将我吸到了一处异空间。恭喜宿主成功击杀天命之子，成功通过考核，让我们一起努力清理天命之子吧。剩余天命之子数量99999。这是神马玩意？我传输是这货弄的。99999个天命之子又是什么玩意？由于本书天命之子已达，剥夺宿主本书中获得的所有能力，即将开启新的传输。剥夺完毕，开启传送。
赵明泽与曾阿牛身份替换中，小弟身份替换中，替换完毕。任务要求：戏耍张译，张译越惨，奖励越高，距离冰封还有20天。随着一阵阵系统提示音落下，这本张译主角的冰封小说原著剧情通通灌入了我的脑海里。老大，这是哪？怎么没血了？冰封末世过去了吗？听到小弟的问题，我思索一番，不知该如何回答。就在这时，小弟们突然感觉脑中一阵刺痛。老大，我们这是穿越了。这次穿书怎么还把小弟给一起带过来了？而且好像还给了他们一些记忆。可是李若冰呢？他怎么没一起过来？难道是因为不够忠心？看着小弟们一个个激动的神情，我顿时有点哭笑不得。好了，趁着这个世界的全球冰封还有一段时间，兄弟们先乐呵乐呵几天吧。强子，你帮我查一件事。